我回家探亲，路上遇见随后原地领盒饭。喂，老妈，我已经到路口了，马上就能到家。好哈，路上小心，饭做好了，就等你了。知道了妈，我先挂了哈。我挂断电话，望着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，叹了一口气。这就是生养我的地方，山清水秀的王家山，益阳县下面的一个小村落。这就是天地之围啊，恐怖如斯，雷霆是暴雨的前奏。正如我说的一样，此时的天空就像是漏了一样，暴雨如注，我就连前方的路都看不清了。这么大的雨，真是10多年都没有遇到过一回啊！然后我赶紧把书包护在身下，里面可是有着我的宝贝。随后我赶紧朝着家的方向摸索前进。这么大的雨可不能在山里久待，容易遭雷劈就不说，万一要是爆发山洪，那就真的是死翘翘了。又是一阵强风，一道如同巨人一山头上，火光四溅，紧接着又是劈在了墙里。自然奇观啊！可惜手机不防水，不然拍下来发到短视频里面肯定能火。这该不会有道友在渡劫吧？不然解释不通啊！在我的注视下，先后起码有20多道山头停下来，雨没有变小，反而更大。很快路面上的水就没过了花13的小腿。突然花13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，急忙看向左边，就看到刚才雷劈的山头整个垮了下来，巨石、断木、泥水滚滚而下，如同山崩地裂一般朝着我袭来。我整个人吓得魂飞天外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开始涉水往前跑，因为我目前站的地方右边就是悬崖，要是被冲下去不被活埋，也会摔得粉身碎骨。正在躲避的时候，一根树枝绊倒了我，还没等他爬起来，一块大石头滚落下来砸在他头上，直接把我砸晕了过去。大量的石头断木不断涌上来将我掩埋，大石头滚滚而下撞在我腰部，昏迷中的我喷出一口鲜血。锋利的石头边缘刮得我遍体鳞伤，鲜血淌了一地。就在这时，在我身下一块石头上面，赫然镶嵌着一颗碧绿色的珠子。鲜血沾染了珠子之后，马上全部被吸收了。吸收所有血液之后，碧绿色的珠子散发出幽幽的绿光，光华一闪进入了我的身体当中。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出血的地方渐渐止血愈合，呼吸也平稳了不少，性命算是保住了。就在我出事的瞬间，正在厨房热菜的我妈心脏猛地一揪，手上的菜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怎么了？孩子他妈？孩子他爸，你说花儿怎么还没有回来？我这心里直突突，不会路上出什么事情吧？乌鸦嘴，你就不能盼点好的？现在雨小了点，我这就去找老二，带人上山找找。等等，我也去。我妈可是1分钟都等不了，她在窝棚里面，一条半大黄狗也跟了上去。云海，怎么了，大哥大嫂？花13这孩子回来了，就这么巧撞上这几十年难遇的大暴雨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快跟我去找找。啊，还有这事儿，走走，赶紧去找，这事儿可不能等。路上又找了3个人，一行6人外加一条狗，飞快的上山。我的天哪，竟然山体滑坡了！众人停在山体滑坡的路段，一个个吓得面色苍白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我的花啊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别哭了，还没找呢。花13这孩子机灵，兴许躲在哪儿了。 6人散开，围着边缘寻找。很快，花云海就有了发现。于山，快过来，有发现！5人赶紧跑过去，正好看见花13的书包挂在断树枝上。小黄不会知道吧？走走，快跟上去！6人马上跟上小黄，很快就在山坡下面找到了花13。只见石头树枝之间，一只手露在大石头外面，满是鲜血。啊，我的花啊！ 孩子嘛，你没事吧？于山，嫂子这是受惊昏迷，应该没事。花云海4人合力掀开石头，看到花13没有缺胳膊少腿，不由得松了口气。花云海试了试花13的呼吸，顿时喜上眉梢。大哥，花儿还有呼吸，赶紧赶牛车送医院，把嫂子也送。水。小花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大哥，小花醒了。爸，二叔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动不了了？ 好孩子，醒了就好，其他先不要管。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头晕不晕？为什么我感受不到自己双腿了？不晕吧？现在很清醒。有水吗？我现在很渴。好，小花你先等下，我去喊医生看看现在能不能喝水。医生，我儿子醒了，麻烦过来看看。小伙子，没想到醒得这么快，配合我检查一下。这是几？这个呢？3。 情况不错，孩子脑子没有受伤，不过不排除他有其他内伤。我们大夫正在会诊，今天下午之前大概就能出结果。多谢，辛苦你们了，医生。孩子说想要喝水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忌讳的？这个倒是没有，不过不要喝多了，孩子现在不方便活动。
爸，我妈呢？她没有来吗？你妈看到你被石头埋了，当场就吓晕了过去，到现在都没醒过来，就在你隔壁床。孩子，你别乱动，医生说了，你妈就是受惊，没什么大事情，很快就会醒过来。都怪我，就不该这个时候回来。要是不回来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？这事儿怎么能怪你？要怪就怪老天爷，下这么大的雨干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别瞎讲，再睡一会儿，等你醒过来，你妈说不定就行了。受重伤的我确实有些精神不振，加上失血过多，很快就坚持不住昏睡了过去。大哥，你一宿没合眼了，也快去休息一下吧。这里交给我，别他们母子醒了，你又倒了。疲惫的我爹拍了拍我二叔的肩膀，没有说话，来到陈秀芝床边，趴在床沿上就睡了过去。而我闭上眼睛之后，恍恍惚惚居然出现在了一个漆黑的地方，面前还有着一颗碧绿色珠子正在缓缓旋转。我好奇之下伸手触摸了一下，场景瞬间一转，出现在一个空间当中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难道我在做梦？我发现自己以虚幻的形态飘在空中，放眼望去，除了脚下大概3、4亩左右的土地和中间的水潭外，其他地方都是雾蒙蒙的一片。这是顶级的黑土。看来活动范围只有这么大了。这或许是这个空间唯一的活物了。这么清澈的泉水，我喉咙动了动，忍不住想要喝上一口。这种来历不明东西还是少碰为妙。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潭水中间的那株小树苗。我踏进水中，涉水接近树苗，凑近了看，才真的是震撼心灵啊！碧沉沉，宝玉打造，氤氲流转，清脆欲滴，上面还有着繁复的花纹和一些认不出的楔形文字。我伸出手指，小心翼翼地摸上去，他实在是好奇，这到底是植物还是艺术品？触碰的一刹那，我宛若触电一般，顿时僵直。紧接着，一道无比震撼的画面出现在我心灵深处，一株巨树屹立天地之间，我仰望巨树，感觉自己就像尘埃般渺小，实在是摄人心魄。画面仅仅是昙花一现，我就脱离了出来，但是我整个人就像虚脱一样大喘粗气，腿一软栽进了水中，下意识地灌了几口水。不行，我要出去，太吓人了。话音刚落，画面一转，我就醒了过来。刚才喝过的水似乎也带到了本体身上，感觉一股温和的力量从腹部散发至全身，原本胀痛、极其不舒服的身体，仿若枯木逢春一般飞快地飞。就连之前感受不到的下半身，这个时候也有了感觉，甚至脚趾头还能动一动。还不等我仔细感受身体的变化，就隐约听见病房外面传来医生的声音：“花先生，有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通知您，经过专家组的会诊，您的孩子腰椎受到强烈撞击，主神经受到严重损伤。”孩子很有可能面临终身瘫痪的风险。我们医院设备技术太过落后，想要治疗的话，您需要带孩子去省城看看，也许他们有更好的治疗方案。希望您和您的家人做好这个准备。治疗费用这一块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不可能，或许是喝了空间里面水的原因，我感觉自己五感好像也有了微弱的提升。病房外面的对话我也是能听见的，但是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。如果不是刚刚无意中灌了2口水，我肯定认为医生的话没毛病。这件事好像还不好声张啊，这要是传出去还得了，说不定还要被人关起来当小白鼠研究了。空间这么神奇，让我不由得想到了之前那不同寻常的全披在同一个地方，很有可能披的就是梦里面的那颗珠子。哈哈哈，真的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看着老妈还是一脸愁容的躺在床上，迟迟没有苏醒，我心中愧疚不已。这要是吓出个好歹该怎么办？要是让老妈喝上一口空间里面的灵水，说不定也有效果。想到就行动，我马上伸手拿过床头柜子上的水杯，可是把水杯拿在手上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：这要怎么进去呢？突然我灵光一闪，我闭上眼睛，使劲看之前梦里见到的碧绿的珠子，果然我感觉皮肤的变化，口鼻之间又闻到新鲜泥土的芬芳。睁开眼，果然再次来到了神秘的空间当中，而且水杯也带了过来，也不敢停留，跑到泉水边上舀了一杯水，马上就念叨着出来。这次就熟练多了，而且手上还拿着满满一杯水。花儿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老婆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爸，没事，我看妈的嘴唇好像有点干，要不爸你喂妈喝点水吧。睡了这么长时间，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，大脑为了保护人体不受伤害才昏厥的，要是时间太长了，很可能影响大脑的。我爹看了过去，认同的点点头，转身想要去外面倒水。爸，不用去外面倒水了，我床头这里不是有一杯凉白开吗？我爹也没有多想，走过来端上水，就来到陈秀芝床边，温柔的搀起她。孩子妈，来喝点水。水喝下去的瞬间，灵水温和的能量马上就开始滋润陈秀芝的身体。意识不清醒的陈秀芝好像是尝到了琼浆玉液一样，贪婪的吞咽着，一杯水很快就见底。喝完之后，陈秀芝悠悠的睁开眼睛，首先就看到了花云山。孩子他爸，花没了！呜，我的天呐，也让我去死吧！孩子妈，你先冷静冷静。花
花没事儿，他好着呢，就在你隔壁床，你看看。我的儿啊，你还活着！难以置信的陈秀芝顿时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冲到花13的床前，抚摸着花13的脸庞。妈，你刚醒过来，慢点，别摔了，我好着呢。医生都说了，就是受了点内伤，你就放心吧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我儿子还活着，妈没事儿，只要你健健康康，妈妈就能长命100岁。好好的一个孩子，怎么就落了个终身残疾呢？孩子妈刚刚醒过来，这件事还是不告诉你的好。瞒多久就瞒多久吧，万一要是知道再晕过去可怎么办？秀芝，你和花待一会儿，我和老二去买点吃的，忙了一宿还没吃饭，我得去和医生统一下口径，千万不能说漏嘴了。好好去吧，我和儿子好好说说话。大哥，小花的情况你是打算一直埋下去吗？不然怎么办？你大嫂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这时候要是知道了准接受不了，能瞒多久就多久吧，兴许时间长了你大嫂心理承受能力能好一点。也只好这样了，走吧，这件事儿咱们还要跟人家医生好好说说。两人一起来到主任的科室，敲门走进去，正在忙碌的主治医师看到两人，马上热情的打招呼。二位怎么过来了？请坐。不知道受惊吓昏厥的那位女士怎么样了？感谢严医生关心，我爱人已经醒了，状态还不错，现在正在陪孩子说话呢。突然过来，其实是想跟严医生商量一件事情，就是关于我儿子的情况，能不能麻烦严医生不要说出去，尤其不能让我爱人听见。严医生略微沉吟了一会儿，认真的点点头。花先生的担心很有道理，你爱人的情况确实不能再受到刺激，请花先生放心，我们知道怎么做了。花云山感激地握住严医生的手，实在太麻烦严医生了，那我们先不打扰严医生工作。等两人买完饭回来，进门就看见母子俩还在有说有笑的。啊，二叔，你们回来了。你们母子俩身体都那么虚弱，就不要说那么多话了，多注意休息。要你多管闲事，我儿子没事，精神头不知道有多好。母亲状态那么好，其实完全是那一杯灵水的效果，不然哪有这么快就恢复精神。对了，二叔，你们找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的书包啊？书包啊，带的。当时你妈抱着死活不肯松手，我们就带到医院来了。我去给你拿，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，那么重。很快，花云山就从窗台上拿来了书包，因为昨天下雨的原因，书包都湿透了，所以就放在外面晾着。我连忙接过来，里面装的东西可是娇贵的很啊，可千万别给水泡死了。打开书包，我从里面掏出一个塑料盒子，还有5个花盆，2大包泥土。我拿着塑料盒，心凉了半截。塑料盒子都在滴水，泡得透透的。儿子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又是花盆又是土的？大老远的从学校回来，连衣服都不带，却装了2包土，也不知道这孩子咋想的。哦，这是我在学校养着好玩的，这不是回家怕没人照顾就一起带回来了。说着，我把塑料盒打开，里面放了一些比较湿润柔软的绒草，草上面放了4个多肉和一根光秃秃的木棍。嚯，儿子这是个啥呀？怪好看的，也是植物吗？妈，这个叫做多肉植物，就跟那个仙人掌差不多，我在学校养着好玩的。我手头比较紧，就只能养玉露来玩玩，也是想试试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养出一盆出井的玉露。一旦出井了，那价格就不只是翻倍那么简单，甚至一夜暴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网络上流传的顶级冰魄玉露，小小一颗竟卖到了130万的天价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看的绿植烂根了，活不了了。好了，儿子，放下吧，就不活了。你妈种了一辈子的地，这点还是清楚的。赶快吃饭，完了我去问问医生，你这个伤还要在医院住多久？根都烂了，确实没有生还的希望了。不过空间里面的灵水，那神奇的功效，说不定能够救活呢。老爸，你帮我把它们种起来吧，能不能活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黄色的土是那4个多肉的，黑色的土是那根木棍的。都要死的东西了，还种它干什么？云海，昨天下了那么大的雨，田里补给淹得不成样子。吃完饭你就先回去吧，这里就交给我好了。好的，大哥大嫂，家里的你们就不用操心了，全都交给我。小花这边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，你们就打电话给我。没问题。4人吃完饭，花云海就开始收拾东西，跟大家告别。就在花云海走后不久，医生就推着小车走了进来，手上还戴着手套，一副很严肃的样子。医生，你们来了，我正要去找你们呢。我儿子这伤大概什么时候能好啊？陈秀芝看见严医生等人走进来，马上上前询问。严医生愣了一下，看了看站在陈秀芝身后的花云山，只见花云山微微摇了摇头。严医生心领神会，是花13的母亲吧？放心吧，孩子的情况不严重，住上个把星期就没事了。不过孩子伤了腰椎，这期间可不能乱动。我这不是给孩子插尿带来了吗？这真是上天保佑啊，没事就好。而我这边听见，顿时惊恐地看着医生。医生，不行，坚决不行，我不要插尿。严医生笑了笑，看向我父母。你们看看，年轻人就是脸皮薄，还害羞。我们当医生的什么没见过？小伙子放心吧，我会很温柔的。花云山和陈秀芝也是非常认同的点点头。
完全站在医生这边。小花不准胡闹，在医院就得听医生的话，不就插个尿袋吗？有什么好害羞的？我简直无地自容，这就是一个大型社死现场啊！老妈，你别说了，反正插尿袋就是不行，我不答应。看我这么抗拒，严医生也挺为难的。万一要是挣扎造成2次伤害，可就不妙了，要不然连那一丝恢复的希望都没有了。这一家子的经济情况一看就不是很富裕的家庭，目前也只能进行一个保守治疗，希望家长能够尽早筹到钱吧。想到我那么要面子，严医生有了主意，看着花爸花妈说道：“二位家长，要不这样吧，既然孩子不同意，那我也只好用强了。待会儿就麻烦二位帮我按住这孩子，怎么样？”陈秀芝和花云山连连点头，这种事情他们来干再合适不过了。没问题，严医生，就交给我们吧，有我们在保证，这小子不敢动。躺在床上的我绝望了，就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吗？不行啊，爸妈，你们这样让我还怎么见人？你儿子已经是大人了，这也太丢人了。那可由不得你了，儿子，爸妈也是为了你好。放心好了，这病房就我们一家人，只要不说出去，谁又知道呢？这是说不说出去的问题吗？严医生，动手吧，我们帮你。严医生点点头，拿着尿袋靠近病床，我爸我妈跟在后面。这3人是强盗吧？小伙子，不要紧张，很快就好。我们医院很多插尿袋的，真没什么害羞的。医院那些插尿袋都是什么人？那都是七老八十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。见过有几个23、24岁的年轻帅小伙挂着尿袋的，而且还要当着父母的面插尿袋，这就更羞耻了。我恨不得现在直接坦白自己的腰椎可以自愈，没有问题，根本就没有必要插尿袋这么隆重。可是我不敢啊，这要是说出来还不成了医学奇迹啊！而且目前才刚刚喝了1次灵水，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，仅仅是能够感觉到下手。想要真正活动的话，估计还要个2天。眼看几人是铁了心要给他安尿袋，我纵使有1000万个不愿意也是徒劳的。看到老妈那坚定的样子，就知道反抗不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接受。行，我弄不过你们，我答应了。不过爸妈能不能麻烦你们先出去？你们在这里我紧张。你这孩子真是的，你全身上下老妈哪里没见过，还不好意思？妈，我都长大了，您别老把我当小孩子。反正我不管，您二老要是不出去，我就不插尿袋。陈秀芝咬咬牙，拿我没有办法。行，我和你爸出去，那你要听话，配合医生。严医生，我儿子就交给你了，有什么事情就喊我们的。没问题，二位家长放心。医生，这个痛不痛啊？这个不痛，放心吧。好了，我要开始了，小伙子稍微忍耐一会儿。我生无可恋的躺在床上，点点头。事到如今，我还能怎么办呢？接着就感觉下身一凉，我似乎能感受到医生那种审视的目光。小伙子有前途。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，真的太羞耻了。还好时间不长，2分钟就结束了。好了，小伙子，我就说没有什么的，看把你给吓的。我伸出头，看到床边吊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，就头皮就发麻。这医院是待不下去了，得赶紧想办法回家。严医生辛苦了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导尿管如果想要自己拔出来的话，该怎么做呀？这事情还是问清楚比较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愿意再让人这么摆布了。哦，这个简单，看到这个口子了吗？拿一根针筒把这里的空气抽出来就可以了。到时候有护士来做，你也好好休息，我去叫你父母。严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推着小车就走了。没一会儿，老爸老妈就跑了进来，嘘寒问暖的。儿子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的？没有不舒服，挺好的妈，你们也休息休息吧。好，没事就好。儿子这尿袋也就个把星期，就摘了忍一忍哈。接下来医院也没有什么事情。吃完晚饭之后，花13和花妈就休息了，花云山却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花13见到没人，拿着桌上的水杯再次进入空间中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装了满满一杯灵水。先是自己喝了一大口，然后挨个给玉露和覆盆子浇了上去。虽然之前喝过一次，但还是不免感叹灵水的口感是真的好啊，甘甜可口，清冽宜人。我感受着灵水在身体中开始发挥作用，浑身暖洋洋的，舒服的都差点发出呻吟声。没一会儿就昏昏欲睡了。就在我睡着之后，桌上的玉露和覆盆子开始发生了匪夷所思的变化。清脆欲滴的玉露叶片上面的绿色逐渐淡化，变得晶莹剔透。光秃秃的覆盆子也开始抽出鲜。我意外进入神秘空间，没想到里面的灵水如此恐怖如死，不仅让全身瘫痪的我痊愈，还让正在昏迷的老妈瞬间精神。第二天早晨，清晨的阳光从窗台探进来，落在了桌上4颗玉露上面。晶莹剔透的玉露就像一颗颗波波球一样，顿时把阳光撕碎成无数道小彩虹，洒满了整个病房。还在熟睡当中的我皱了皱眉头，感觉有点晃眼睛，揉了揉惺忪的双眼，睁眼一看，什么情况？惊讶的我用手肘撑起身子，四处打量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发光源啊。突然余光注意到了什么，猛地朝着右后方床头柜看过去，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。他看到了什么？好家伙，昨天已经被判死刑的4颗玉露，包括覆盆子全活了，尤其是4盆冰灯玉露，居然全部都出了井，叶片变得晶莹剔透，
内部还长出了类似冰晶一样的纹路，这也就是为什么阳光照在上面被散射成这样的原因。就好像花盆里面种植的不是植物，而是4颗超大号的钻石一般。我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，对灵水的能力有了全新的认知，不光能够治病，对植物的效果好像更加逆天了。昨晚才浇了这么一点点，就带来了这么大的改变，当真是了不得呀！玉露变成这个样子，那价值还不得逆天啊！这玩意儿真喜欢得出多少钱？小花，你怎么醒得这么早？咦，什么东西这么晃眼睛？妈，你也醒了？我爸呢？怎么一大早就不见人影？我疑惑地看过去，床上只有老妈一个人。这就奇怪了，这又不是家里，也不用起早贪黑的干农活，怎么一大早就不见人？你爸呀，昨晚就没有回来，神神叨叨的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昨晚就没有回来？我思索了一番，想到之前医生跟老爸之间的对话，自己腰椎想要康复需要很多钱，而且时间紧迫。老爸神神秘秘的8成是找人筹钱去了呀。可是这年头借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能借钱。除了二叔，我想不到有谁会借钱给自己一家。无以复加，父爱如山，山不语啊。不行，自己能康复的事情还是要找个机会跟老爸说说，不然借这么多钱，老爸也不知道要遭受多少白眼。这个医院是坚决不能住下去了。昨天夜里喝了一口灵水之后，我明显感觉自己的伤势又好了不少，双腿也差不多能够弯曲活动了。儿子，这好像是你昨天掏出来的绿植吧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明明都烂根了呀！妈，确实是昨天的那几盆绿植，没想到自己活了还发生了变异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真不错，这挺好看的，要不是亲眼看见，我还以为土里埋的是玻璃珠子呢。陈秀芝好奇地拿起一盆玉露，放在面前自己的端详，越看越是喜欢。随着陈秀芝转动玉露，房间内的小彩虹也跟着转动，一时间就像是万花筒一般，绚烂多彩，漂亮极了。就在这时，花云山提着早餐风尘仆仆地走进来，脸上满是疲惫。你们俩都醒了，那就一起来吃。咦，这房间是咋了？怪好看。看到花云山回来，陈秀芝拿着玉露连忙走过去，笑着说道：“很好看吧？你绝对想不到儿子盆栽活了还变了样，跟玻璃做的一样，真好看。”花云山也是仔细地打量着，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。很明显，两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精致的绿植。还别说，这样子可比昨天书包里拿出来时候强多了。没想到一晚上过去都不认识。好了好了，再漂亮不也是个盆栽吗？先吃饭吧，不然冷了。花云山看了看就失去了兴趣。现在他最大的兴趣就是搞钱，最快的速度把儿子的腰椎治好。先不忙吃饭，还是解释解释你昨晚为什么没有回来。陈秀芝盯着花云山严肃地问道：“儿子还躺在医院呢，做父亲的一夜未归像什么话？”这不是昨天半夜在医院走廊遇见熟人了，正好去他家帮忙去了，太晚了，索性就在他家住了一宿。陈秀芝将信将疑地看了看花云山，说道：“姑且就信你一次，今晚不准再跑出去了，快去洗把脸，看你这一身汗，真是喜欢折腾。”只有我知道，老爸昨晚绝对是找人筹钱了。看他化不开的眉头，就知道没有借到。心疼老爸的身体，想劝说又不好开口，还是尽快出院才是正经事儿。一家人刚吃完早饭，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，然后一个圆脸的女护士推门走了进来。打扰了，我是来换药。哇，你们这个病房好漂亮啊！护士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满屋子的小彩虹吸引。换药是吧？闺女快进来吧。妈妈赶紧过去，拉着小护士走了进来。是的，阿姨，我是新来的护士胡丽丽。闺女长得可真俊，快去吧，我儿子就在那边。开什么玩笑，换药袋居然派了个女护士。好的，阿姨，我先忙了。胡丽丽推着小车来到床边，熟练地取下花13的头，然后换上一个新的。起身抬头的时候，就瞥见了桌上熠熠生辉的4盆玉露，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。我的天啊，这是玉露吗？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圣母老妈想把我价值100万的玉露送给护士，随后护士直接把我玉露发网上，随后总多网友要线下真是我。胡丽丽呆愣愣地走到桌前，震惊地端详着玉露。不可思议呀！玉露出锦居然这么纯净，这是真的吗？帅哥，这是你的多肉吗？我能不能摸一摸呀？胡丽丽充满希冀地看着花13，非常渴望能摸一摸这瑰丽的玉露，看看到底是真是假。还不等花13说话，坐在边上的陈秀芝发话：“闺女，随便摸，没事的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”胡丽丽张了张嘴巴，吓得心脏不争气地跳了跳。这是不懂还是凡尔赛啊？这么完美的玉露，居然说不值钱。可以说，这4盆玉露要是传出去，多肉界的那些重度爱好者绝对会因此疯狂的。我自己也养了几盆多肉，但是养得不好。今天看到这么完美绚丽的多肉，怎么能不激动呢？反正不管了，既然这位家长同意了，还是先摸为敬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靠近多肉，而下一秒反转就来了。天啊，这居然是真的玉露！胡丽丽捧着自己的脸，花痴地看着桌上的4盆玉露，包子脸硬是被她挤成了瓜子脸。受不了了，实在是太美了。阿姨，我可以拍照吗？看这一家3口穿着普通，又是镇上的人，这位家长多半是不认识这多肉的价值。不过病床上的帅哥肯定知道。这闺女客气什么？你拍呗，要是喜欢送你1颗都没问题。我妈圣母心犯了，
看到小护士圆嘟嘟脸就喜欢的不行，满口答应。不，阿姨，这么贵重的绿植我可不敢要，我就拍个照片就好了。狐狸里连连摆手，慌张的拒绝。开什么玩笑，网络上那个出锦的多肉都卖到130多万了，这4盆多肉跟那个比起来可是一点不差的。不过现在玉露都普及了，价格会有所下跌。但这4盆玉露的品相，加上还有反射阳光的特殊效果，估计照样是天价绿植。而我这边一阵苦笑，老妈还真是慷慨啊，价值100万的东西说送就送，还好这小护士人够正直。狐狸里掏出手机准备拍照，不过看到满屋子的小彩虹，想想还是换成了视频。首先拍的屋子里面的小彩虹，然后镜头转过来，最后定格在桌上的4盆玉露上面。镜头拉近，就看到阳光下面玉露熠熠生辉，里面的冰晶裂纹都能看见。拍摄完毕，狐狸里心满意足地装起手机，转身对陈秀芝说道：“阿姨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不过还是要跟您说一句，这4盆绿植可是非常值钱的，您可一定要看住了。”花云山一听来了兴趣，听语气好像不一般的样子啊，好奇地问道：“闺女，你说这绿植很值钱，那大概值多少钱呢？能跟我们说说吗？”具体多少钱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很值钱就对了。叔叔阿姨，我先去忙了哈，您2位一定要看住喽。叮嘱完，小护士就推着小车兴奋地跑出去，这是想要去跟小伙伴分享好东西去。看读护士走了，花13这才长舒一口气。儿子咋？刚才那小姑娘说这绿植很值钱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她刚才说的不错，这4盆绿植确实挺值钱的，正常卖的话，估计1盆能卖个30-40万没问题。如果遇上比较喜欢的人，60-70万也有可能。我说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价格，毕竟玉露并不是什么稀有品种，虽然这4盆的品相顶级，但是出身太差。陈秀芝和花云山却是难以置信地看着花13。陈秀芝走上前摸了摸花13的额头，再摸了摸自己的。不烧啊？怎么净说胡话？妈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看看说了，你们又不信。花13很是无奈地说道，就知道老爸老妈不相信。花云山也觉得不可能，就这小小的4盆绿植能值100多万，谁买谁就是大傻子。不是我们不信，是根本就不可能，这又不是人参只能看不能吃的，能值这么多钱。花云山摇了摇头，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儿。见到老爸老妈都不信，我也懒得再解释了。等抽时间找个买家卖一颗吧，刚回家也确实到了用钱的地方。吃完饭也没什么事情，老爸兴许是昨晚累着了，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老妈去外面找人唠嗑，无所事事的我就开始打理自己的覆盆子。这家伙好不容易活过来，可不能再出事儿了。狐狸里这边在休息室里面美滋滋的看着自己的拍的视频，喜欢的不得了。兴奋之余打开了某音短视频软件，看上面的粉丝数量居然有着10多万，没想到还是个小网红。点开新建作品，上传了刚刚拍摄的视频，并且配上一段优美的音乐，写上一段话：震惊！大家猜猜这是植物还是水晶？写完点击上传，然后美滋滋的抱着手机，也不知道网友看到这株玉露是不是跟他一样不敢相信。狐狸里兴奋之下，居然忘了关掉视频所在地，还没等他查看，外面就有人在喊他，匆忙的把手机装进口袋就出了门。此刻关注狐狸里的粉丝纷纷收到了一条消息提醒：您关注的仔仔上传了一个新作品，请快来围观。不少人好奇的点进去，一看标题就笑了，哈哈，没想到仔仔也玩标题党这套。耐着性子看了下去，还是熟悉的场地医院病房，然后看到墙上闪动着无数的光点，也没觉得有什么，跟随镜头一点点看过去，最后定格在桌上的4颗晶莹剔透的玉露身上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眼珠子都要糊在手机屏幕上，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卧槽，这绝对是假的，怎么可能有这么纯净的玉露？9494，这是工艺品，鉴定完毕，哗众取宠。有没有专业人士出来说说，这到底是真是假？隔着屏幕看不准啊。凭我多年养殖多肉的经验来看，有5成是真的。看这地址好像是益阳下面的小镇，有没有益阳的一起过去看看？我也是益阳县的，组队啊，一起去打假。如果让我发现是假的，我一定打爆他狗头。高速入口10点钟，不见不散，要来得及合。一时间狐狸里的评论区炸了，每秒钟上百条的刷新。狐狸里口袋里的手机疯狂的震动，可惜他完全感觉不到。你敢相信眼前的圣母老妈想把我价值100万的玉露送给护士，只因我妈还不知道这玉露的价值，而护士却是吓出一身的冷汗。处理完病人之后，狐狸里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。想起之前发布的视频，狐狸里连忙从口袋里面掏出手机，赫然发现手机有些烫手。手机屏幕刚点亮，狐狸里整个人就傻了。锁屏界面抖音软件显示着大红色99加的字样。天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给我发消息？赶紧解锁打开某音，就发现半个小时前发布的视频已经有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了，粉丝数量更是从原来的13万左右飙升到了50多万，这也太吓人了。评论还在疯狂的刷新，呼叫仔仔快出来解释一下，这究竟是真是假？麻烦主播拍一个验证真假的视频可以吗？
我对这4株玉露非常感兴趣，如果是真的，我将高价收购，并且对主播的帮助给予丰厚酬劳。联系方式已经私信给您，望联系。仅仅是看了几条评论，狐狸里的就傻了，还是远远低估了那4盆玉露的威力啊！私信同样也炸了，点开一看，全都是联系方式和高价收购玉露的意向，而且给他承诺的报酬也是相当的丰厚。可是这种钱他不能赚了，本来是为了好玩才发到网上的，没想到引来了这么大的关注，照这个热度下去，迟早要上某音头条的，到时候引起的关注度恐怕更可大。继续看了几条点赞数量比较高的评论，其中一条点赞过千的评论引起了狐狸里的注意。各位网友不用急，楼主既然不出来回答，就我来给大家揭秘。我已经出发前往楼主所在地，随行网友10人，还有2个小时到达。想知道结果的网友请关注我某音号。狐狸里看完心脏咯噔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是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？纳闷的狐狸里猛地注意到视频上面有一个所在地，懊恼地拍了一下脑袋。哎呀，这下完了，闯祸了，怎么就这么粗心呢？知道事情严重性的狐狸里手忙脚乱地把视频删了，但是现在已经有人追了过来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狐狸里着急的团团转，这是泄露了人家的隐私啊！要不去跟病人一家人商量一下，躲一躲吧，不然等他们找来了就麻烦了。想到这里，狐狸里急匆匆地跑出休息室，冲向花13的病房。敲门之后，狐狸里等了一会儿，就急不可耐推门走进去。花云山还在睡觉，陈秀芝在外面玩还没有回来，此刻只有花13还清醒着，正在查看覆盆子。看到狐狸里去而复返，有些诧异。这会儿也不是换尿袋的时间啊。胡护士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狐狸里看到花13什么话也没说，上前就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充满歉意地说道：非常对不起花13先生，我刚才私自把您的玉露放到了某音视频里面，一时大意忘了关定位，没想到您的玉露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现在已经有不少网友顺着定位找了过来，我真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真的非常抱歉，为了避免给您和您的家人造成困扰，我想建议您还是躲一躲比较好。听狐狸里说完，花13急忙放下手中的盆栽，还有这种事儿确实来得有点突然了。本来这玉露养着也是为了卖的，可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啊，市场也不了解，恐怕很难卖出好价格。而且这么多人跑医院来看玉露，势必要给医院造成麻烦，加上爸妈也在这里，如果让他们曝光了也不好。现在某音这种软件老少皆宜，农村老头老太太成天没事就喜欢刷小视频，万一要是在同城刷到了，看到他的玉露卖了那么多钱，可是要遭不少人的红眼啊。思索了一番，花13很快想到一个的办法。既然已经曝光了，那就索性将错就错吧。反正玉露有4颗，我本来就准备卖掉其中的3颗，留下1颗做主。护士，这件事你做的确实欠考虑，不过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就算了，躲起来大可不必。能不能请你帮帮忙？虽然这件事狐狸里做的确实有些马虎，不过认错态度良好，花13对他倒也没有什么怨言。真的非常对不起花先生，有什么要求请您尽管说。狐狸里心里还是有些慌，他才刚刚卫校毕业，参加实习，可不能因此丢了工作。花13看到狐狸里那么紧张，语气稍微放得温和了一些，继续说道：胡护士，你也不用紧张，这件事严格意义上讲对你还是有好处的。是这样的，这4盆玉露我本来就想着卖掉其中3颗，只不过被你提前了而已。不过我不想出面，这件事我想直接委托给你。你不是说有网友从市区赶过来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你现在发视频将他们约到益阳维严纳大酒店，组织一场线上线下拍卖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办到？听完花13的提议，狐狸里的怔住了。正和花13说的一样，这件事对他来说确实有天大的好处啊！这么完美的冰魄玉露，如果进行线上线下拍卖，想想到时候引起的关注会有多高。这4盆玉露恐怕会成为玉露圈子里面王者一般的存在，除了那些稀有品种，谁与争锋？到时候将会给自己的某音号增加多少粉丝，说不定他都能从一个小网红摇身一变成为大主播呀！花13先生，您确定要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吗？狐狸里不敢置信地问着花13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。花13点点头，认真的说道：我很确定，我不适合露面，王家山没有人比你更适合。不仅如此，这件事儿你如果办好了，我还承诺给你成交价1%提成，怎么样？巨大的惊喜瞬间填满了狐狸里的胸膛，这件事儿对他来说极具挑战性，不禁又惊又喜地握紧拳头。多谢花先生的信任，请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用100%的力量去完成。狐狸里更是又鞠了一躬，他做了错事，非但没有责怪，还给了自己这么好的机会，真是太意外了。花13笑着点点头。说起来，狐狸里看上去也就是高中刚毕业的小姑娘，能有魄力接下这么大的事儿，还是很有勇气的。非常好，加油干！说不定这件事之后，你也可以成为大网红。这3颗玉露先给你去拍视频吧，跟你的粉丝讲清楚，千万不要来医院制造混乱。护士把我冰晶玉露发网上，随后火爆全网，结果全世界都慌了。看着桌上的3颗玉露，事到临头，狐狸里反倒有些犹豫了，有些不确定的看向花13，天真的问道：花13先生，这个玉露有多贵重，想必你心里应该有数，就这么交给我，您就不怕我拿着它们跑了呀？我好笑的看了一眼狐狸里，
真是刚出社会的小姑娘啊，问的问题都这么纯真。胡护士，这里可是医院，要知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行了，快去吧，再耽误网友不追到医院了。胡丽丽掏出手机跟花13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并且把自己的某音号告诉了花13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抱走了3盆多肉，战战兢兢走在医院的走廊里面，生怕被人撞到。找了一个没有人的休息室，把玉露放在桌上，深吸一口气，整了整衣服，还特地掏出新买的口红涂了起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掏出手机开启了录像功能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仔仔。之前的视频其实是仔仔忘了关定位，玉露的主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儿，仔仔知道的时候都吓坏了。现在因为已经有网友在赶来的途中，仔仔把事情跟玉露主人坦白了，还好他并没有怪罪。发视频也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玉露的主人同意出售其中的3颗玉露，并且进行线上线下拍卖，请已经在来途中的网友不要再来医院，仔仔将会带着玉露在清江大酒店等着大家。接下来就让大家近距离看一下3颗玉露吧。接着胡丽丽就抱着3颗玉露在镜头面前展示，拍摄各种细节，证明这并不是工艺品，而是真正的玉露。拍摄完成，胡丽丽取下手机查看了一下视频，发现并没有什么遗漏的，于是就发在了网上。视频刚一发出去，还沉浸在上一条玉露视频当中的网友马上迫不及待地点开看。哈哈，仔仔真是傻的可爱呀，发个视频还能忘关定位。就是，不过话又说不回来，如果不是仔仔马虎，我们说不定还见不到这么漂亮的玉露呢。你们都在说什么东西？现在的重点难道不是玉露吗？你们有谁见过这么通透的玉露？这窗口，这个头极品中的极品啊！不敢相信，居然是真的。这次拍卖一定是一个天价。胡丽丽发送完视频之后，马上换了衣服，找到了护士长请假，然后找了个盒子把玉露装进去，就跑出医院前往维也纳大酒店。视频在网络里面却是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经过无数网友的评论、点赞、转发，热度一路飙升。很快视频就出现在了抖音头条上面。这一刻，绝世的冰魄玉露出现在了广大网友的面前。熟悉或者不熟悉玉露的网友纷纷惊叹这3颗冰魄玉露的风采。无数玉露爱好者看到之后简直血压飙升，纷纷摩拳擦掌，想要得到这些玉露。随着热度的上升，抖音官方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了，员工马上拿着数据就马上找到了主管。林姐，您快看看这个视频，半个小时就创造了1000万点击量，而且还在不断攀升，还说要在抖音平台直播拍卖。员工急忙递上平板，上面正播放着胡丽丽的视频数据。这倒是有意思，我看看。女主管接过平板，目光顿时就被视频当中的玉露吸引了，不由得仔细查看起来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！什么人这么厉害，能够培育出这样的玉露，还一下子培育出3颗？玲姐赞不绝口。这也难怪视频会火得这么快，毕竟这样的玉露可是现象级的。不过很可惜，主播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包装的，卖完了这个玉露也就没什么值得关注的。真正让玲姐感兴趣的是玉露的主人，能培养出这么完美的冰魄玉露，想必是一个世外高人啊！如果能够直播他的隐居生活，肯定能火。马上组织人手去主播就职的医院查找玉露的主人，看看他有没有兴趣入驻抖音，合约暂定1集。这个人养殖多肉的技术这么厉害，背后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，如果能够发掘出来，肯定又是一个爆款。是，我马上就组织人去做。员工马上退了出去。而在网络上面，视频还在不断的发酵，赶往益阳县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急忙来到维也纳大酒店的胡丽丽马上就找到了维也纳酒店前台，这也是益阳县唯一上档次的酒店。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您是住宿还是吃饭？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订一间你们酒店最大的包间，能同时容纳100人的那种，不知道有没有？胡丽丽一边看着手机，一边问道。之前说过来的网友又联系她了，说是路上不断有网友同行队伍不断扩大，现在差不多都有100人了。这可把胡丽丽急坏了，幸亏我机灵，要是真的让这些人找到了医院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有的，女士，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用呢？需不需要布置一番？酒店可是很久都没有接到这么大的活了，这可是大主顾啊！什么都不用布置，我就用今天1天，不知道包间你们租1天多少钱啊？胡丽丽马上摆手拒绝，她才刚实习，哪有钱搞那些花里胡哨的？前台小姐有些失望，不过还是解释道：是这样的，什么布置都不需要的话，1天是5000块钱。有这么多啊？胡丽丽有些犯难，现在她身上也没有这么多钱了。想了想，胡丽丽还是鼓起勇气上前说道：小姐你好，你看费用能不能用完包间之后再支付啊？前台工作人员有些为难的说道：非常不好意思，我们酒店必须要先支付才行。见前台拒绝，胡丽丽想了想，马上拿出手机点开抖音视频，然后给前台的小姐看。是这样的，我想租你们酒店的包间来招待上饶氏过来，大概100多人，事后他们肯定会在这里吃饭消费，而且等我的东西卖了之后也就有钱了。我没有骗你，你可以看看这些评论还有视频，要不你们给老板打个电话通融一下。前台小姐姐看了胡丽丽的抖音号，80万的粉丝量就已经吓到了她。而后就是玉露的视频，刚才她也刷到了，更是不敢相信居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。
想到这里，他收起了轻视之心，赶紧说道：“美女，包间免费给你用都没问题，我马上给老板打电话，麻烦稍等一下。”我叫护士帮我拍卖玉露，随后来了一堆大人物，结果老爸老妈看完直接傻眼。维也纳大酒店的老板接到电话，马上就跑了过来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不敢相信益阳县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居然诞生了一个100万粉丝的大网红，可不敢怠慢，匆忙赶到前台，看到前台的服务员，急忙问道：“贵客在哪里？”前台服务员马上指了指胡丽丽，见她还攥着手机，紧张地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面。老板调整了一下情绪，郑重地走了过去：“小姑娘，我是这家酒店的老板徐凯，你真是我们益阳的人。”看到酒店老板来了，胡丽丽连忙站了起来，从一个小小的护士直接上升到跟镇上大老板谈判，她还是有些慌的。胡丽丽有些拘谨地说道：“徐老板你好，我叫胡丽丽，益阳县王家山的人。”啧，真是了不得啊！咱们这地方还能出一个闺女你这样的大人物，啥也别说了，以后叫我徐叔。今天这事儿交给我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包间，看看有什么需要布置的，尽快办好。你的视频来的路上叔也看了，好东西啊！今天来的人可都是从市里面来的，那个玉露那么珍贵，想必这些人不辞辛苦的赶来，也必定是非富即贵。如果能够结识一番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那就谢谢徐叔叔了，我一个人还真有点忙不过来。胡丽丽略微有些不好意思的答应了。说这些干什么？咱们这儿难得出了你这么个有出息的小姑娘，叔叔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你今天选择我的酒店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，咱们也算是互相帮助。徐凯也是非常开心的说着，小镇上一直生意不温不火的，今天可是大生意啊。那就辛苦徐叔，就简单布置一下就行了。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玉露，应该不会待太长时间。没问题，放心吧，这事儿叔有经验。来到顶楼的包间，胡丽丽看了看，确实足够大，于是开口说道：“徐叔，就这间房吧，挺好的。”徐凯欣喜的点点头，马上就跑到楼下去吩咐服务员上来布置。而胡丽丽重新来到楼下，开始等候正在赶来途中的网友。等了大概10分钟左右，一阵汽车的轰鸣声传来，听见声音的胡丽丽连忙起身跑了出去，就看到一辆霸道的吉普车冲进酒店前面的停车场。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的场面更是吓到了她。虽然知道来的人很多，但亲眼所见还是不免有些震撼。足足上百辆车，而且都是豪车，排着队等着进入清江大酒店，后面还跟了不少镇上的人看戏。这么大的阵仗，他们还是头一回见。第一个进来的吉普车上面下来一个戴墨镜的青年，一头黄发，浑身散发着不好惹的气息，径直来到胡丽丽的身前。仔仔你好，我就是跟你联系的童13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哦，你好，欢迎你们的来到益阳县。胡丽丽也伸出手跟他握了握，还没等两人说话，身后一辆红色宝马直接停在了酒店门口，下来一个大美女。仔仔你好，我是慎13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美女非常热情地抓住了仔仔的手，打了声招呼，不过一双眼睛却是紧紧盯着胡丽丽另一只手中的箱子。仔仔，那个箱子里面是不是就是玉露啊？不知道我们现在能不能看看？慎13希冀地看着胡丽丽，他本人就是多肉植物重度爱好者，家里还经营着一个多肉培养大棚，见到这么漂亮的多肉在眼前，他又怎么能忍住呢？胡丽丽连忙护着箱子后退2步，生怕两人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，连忙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两位，这里人多手杂，万一碰坏了，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。等会到了房间里面就能看了，也不必急在这一时。”哈哈，是我们欠考虑了，不好意思，那没什么事情就开始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后面来的所有人纷纷下车，这些人有些是自己来的，有些是受人所托，反正今天这3株玉露绝对要争得你死我活。徐凯见到这么多豪车汇聚一堂，也是吓了一跳。接着大喜马上吩咐后厨把这段时间收上来的上好山货都拿了出来。这些人一看就知道是不差钱的主，来乡下可没有什么海鲜鲍鱼，不过山珍野味却是不少，照样是美味无比。见到胡丽丽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徐凯马上找服务员下去帮忙，才算是把所有人都安排好了。医院这边，陈秀芝带着午饭从外面回来，看她脸上的笑容就知道早上这会儿在外面跟人家聊得非常不错。看到花云山还在呼呼大睡，马上脸一垮走了过去。孩子他爸醒醒，像什么样子？睡一早上了。花云山惊醒，揉了揉眼睛，一看时间，连忙翻身起来，没想到自己睡了这么久，真的是老了呀，精神头不像年轻的时候。就现在这副身体，想到儿子往后将要面临的巨额医疗费用，真的有些力不从心啊。叫醒了花云山，陈秀芝来到花13的床前，笑着问道：“儿子，今天感觉好点没有？”“好多了，妈，我都感觉可以提前出院了。”花13点点头，确实有这样的打算，想着今天要不多喝点灵水，彻底康复算了。瞎说什么，还是要听医生的，吃饭吧。陈秀池把饭菜放在桌上打开，突然注意到什么，桌上只剩下1株绿植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咦，儿子，这绿植怎么就剩1颗了？其余3颗呢？不会被人偷了吧？”“没有，我让胡护士帮我拿3颗去卖了，这会儿估计已经准备差不多了。”花13轻松地说道。不过花云山听见却是放在了心上，连忙问道：“儿子，怎么突然就卖了？你不是说过那绿植老值钱了吗？怎么卖的这么随意？”花13摇摇头说道：“也没有很随意，
爸妈，你们想知道结果就自己看吧。花13掏出手机，进入福利里的直播间，把手机放在桌上。陈秀芝和花云山连忙看了过去。直播间里面，此刻播放的正是桌上的3颗冰魄玉露。屋子里面乌泱泱的全是人，护士直播拍卖我的玉露，随后直播火爆全网。老爸老妈直接梅开二度，傻眼。这还真是咱们家的3盆绿植啊，这么受欢迎吗？陈秀芝看着视频里面上百人围着3盆绿植，又是拍照，又是拿着放大镜查看，惊得不轻。花云山也是来了兴趣，搬了张椅子过来坐着看，心中还是有不少期待的。尽管他不相信真的有这种大傻子存在，不过看现在这架势，说不准还真的能卖个好价钱。钱够了，到时候也有底气跟孩子他妈坦白。现在啥也不敢说，借钱又借不到，也只能盼着这3盆绿植真的像儿子说的那样卖个好价钱。爸妈，我跟你们讲，胡护士之前不是拍了个视频吗？不小心放网上了，这不是有市里面的人看见了追过来了吗？我就想着卖了其中3颗，待会儿价格可能有些高，你们可得做好准备。陈秀芝和花云山愣愣的点点头，不知道这个高究竟有多高，顺便拿来了饭菜，一家3口就当是看电视，边吃边看。而直播间里面确实炸开了，无数人呼朋唤友涌进直播间，就想瞻仰这绝世的冰魄玉露。直播间刚一打开，就有上百万的网友冲了进来，并且飞速飙升。直播间终于开了，好热闹啊！这么漂亮的玉露，今天有好戏看了啊！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多肉，长见识了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什么时候冰魄玉露都能够量产了？这肯定是药水泡出来的，如果是天然形成的，我倒立吃屎。好，楼上的，我记住你了，要是真的，他倒立吃屎，在座的网友作证。评论区吃瓜群众欢乐无比，真正的大佬却是默默地观察着视频当中的玉露每一处细节。现场现在也是非常的嘈杂，大家看着玉露议论纷纷，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始终无法确定这些玉露的真伪。他们也害怕这些都是用什么特殊方法浸泡出来的，要是买回去养不了几天就死掉了，那岂不是亏得底了？慎13凑得最近，打着一个小手电筒，对着玉露仔仔细细的查看，就像是在赌石头一样，检查的极其认真。越看越是心惊，因为他基本确定这3株玉露有90%的概率是真的，不动声色的收回工具，站到一边。在座的有没有比较懂行的，出来给大家长长眼，实在是有些看不准。有人这个时候喊道，可惜没有人鸟他，而且还有不少人鄙视的看着他。这家伙怕不是个傻子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就算看出来什么也不会讲出来。本来关注的人就够多了，谁会傻到给自己增加竞争对手啊？慎13更是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盘算着等会儿要怎么买下其中1株玉露。酒店老板徐凯也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柄木锤，敲了2下桌子，打断大家的交谈，喜气洋洋地走上台说道：诸位贵客，欢迎大家莅临本酒店，今天我厚脸皮给小姑娘占个场子，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要是没什么问题的，我们就正式开始吧。拍卖结束之后，也欢迎大家在本酒店就餐，本酒店也为大家准备了上好的山珍野味，绝对让大家不虚此行。包间里面的人心思都在玉露上面，大家都没有在意老板说了什么，不管看懂没看懂都要接受事实，等会儿看看众人的表现就知道了。好了，仔仔麻烦开始吧，我这边没有问题。同事3第一个发话，找了靠前的位置坐下，众人也纷纷落座，一个个摩拳擦掌。狐狸里深吸一口气，上到台上接过木锤，虽然没有主持过拍卖，不过没吃过猪还没见过猪跑呢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。固定好手机支架，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包间。随着拍卖开始，直播间里面更加热闹，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纷纷冲了进来。几百公里外的省城江城市东湖别墅里面，一位明眸皓齿、身材修长曼妙的女孩正光着脚，趴在沙发上抱着手机刷着小视频，双腿弯曲微微晃动着，睡衣滑落到膝盖，露出白皙修长的小腿，刚好刷到了狐狸里的直播间，一下子就被桌上的玉露给吸引住了，瞪着明媚的大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连忙抱着平板就冲了出去。爷爷，你快看，我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！一个头发银白的老人家正在别墅的后院温室里面打理他的珍贵盆景，听见女孩的声音，马上站了起来，看到女孩微微蹙眉：“丫头，你怎么回事？姑娘家鞋也不穿，就跑出来像什么样子？”女孩低头一看，吐了吐舌头，也没有在意，太着急忘了。爷爷，这不重要，你快看看这是什么？女孩递上平板，老人家接过去一看，也是一惊。作为花艺大师的他，一眼就看出这玉露绝对不假。老人家见猎欣喜，急忙问道：“丫头，这是干什么？拍卖吗？在哪里？”嘻嘻，爷爷着急了吧？我看到第一眼就知道你肯定喜欢，确实在拍卖，不过是在下面的上饶市，我们肯定是赶不到了。女孩一脸失望的说道：“哎，可惜了，顶级冰魄玉露啊，却无缘拥有。”看到爷爷一脸失望的样子，女孩狡黠的笑了，又接着说道：“爷爷，逗你玩的，就算人不到场也是一样的，这是线上线下竞拍的，我们同样可以出价。”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们必须抢下一颗来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丫头，快来教教爷爷怎么竞价的。老人家马上拉着女孩来到温室的椅子上坐着，开始参加竞拍。放手机的时候，狐狸里看了一眼直播间，上面的人数已经突破500万了。
这对他来说还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啊！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。调整了一番激动的心情，重新回到桌前说道：“大家好，我是仔仔。本来这是一场乌龙事件，幸好玉露主人没有怪罪，还委托来拍卖玉露。不过直播间的朋友如果参与竞拍的话，需要您本人过来取，到时候我会将玉露放在地方派出所保存，请大家文明竞拍，不要恶意出价。刚才大家也看得差不多了，我也就不耽误大家时间，我宣布顶级冰魄玉露竞拍开始。”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直播间和现场的人纷纷严阵以待。这可是罕见的冰魄玉露，可遇不可求，只要拥有一颗那就是镇店之宝，不管放在哪里都会带来极高的人气。现场的这些人都是看了第一个视频过来的，他们知道这玉露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可以反射阳光。现在那个视频他们发现已经被仔仔删除了，这也给了他们一个钻空子的机会。希望网络上的那些隐藏富豪没有看见那个视频，这样他们兴许还能抢到一颗。见到没有人反对，狐狸里镇定了不少，接着开口说道：“顶级冰魄玉露的价格，想必大家都清楚，这里我就不说底价了，0元起拍，价高者得。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竞价，但是我希望大家文明竞价，千万不要恶意竞拍。”狐狸里话音刚落，直播间中间飘过一串字幕，是抖音官方通告：此次竞拍活动，凡是恶意竞价者，一经查明永久封号，望各位网友慎重出价。看到官方通告都出来了，疯狂滚动的评论区突然停顿了一会儿，然后马上就又沸腾了。我去，官方爸爸都出来站台了，真是牛啊！有头铁的铁芝麻，等会儿也体验一把一掷千金的感觉。怕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吃瓜群众吧。官方都出来站台了，是不是证明这玉露没毛病啊？啧，不得了了，我可还记得，刚才有一位说倒立吃屎的，我可记着呢，快出来表演了。评论疯狂的刷动，狐狸里也没有想到抖音官方会挺他，让他非常的开心，这真是帮了大忙了。狐狸里对着手机马上感谢道：“感谢抖音官方的支持。现在我们开始1号玉露的竞拍活动，大家可以自由出价。”花13这3颗玉露全是从第一颗大玉露叶片扦插出来的，1号是分出来最小的一颗。现场仅仅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第一个声音就喊了出来：“20万！”马上有人跟价：“35万、36万！”不停的有人开始报价，直播间当中更是有不少人出价。突然，直播间一连串的大火箭升空，一下子刷屏了。多肉仙女赠送10个火箭，出价60万！绚烂的火箭在直播间里面绽放，马上就吸引了狐狸里的注意。同时，坐在医院里面观看直播的花13一家也看见了，花爸花妈震惊的筷子都掉在了地上。妈呀，60万呢？这是真的吗？孩子妈，你掐我试试，我该不是在做梦吧？花云山难以置信的说道。陈秀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同样震惊的说不出话来，激动浑身颤抖。我的天啊，这儿子你这是养了4座金山啊，这也太值钱了吧！陈秀芝经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，这要是3个全卖了还不一夜暴富啊！爸妈，你们别激动，这还早的呢，都说了让你们做好准备。花13笑着赶紧安抚二老，别吓出个好歹来。花云山摸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喃喃自语地说道：“亲娘嘞，还真有这么多大傻子。”花13看了老爸一眼，忍着没有笑出声。这要是让那些买玉露的人听见了，估计得气够呛。回到狐狸里这边，直播间刷了10个大火箭多的多肉仙女顿时冲上了榜1，说话都是带着醒目提示。狐狸里马上就注意到了，连忙跟下面的人说道：“各位，直播间有一位网友出价6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”现场的一片惊呼，这价格有些太高了。现在玉露已经普及，如果是几年前的话，这个价格还算是可以的，但是现在很明显溢价。刚才喊得起劲的人渐渐偃旗息鼓，盛世三咬咬牙，这个价格确实已经超出了他的心理价位。不过这是第一盆多肉，卖一盆就少一盆，后面大玉露估计更贵。自己多肉养殖园，正好缺一个镇园之宝，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，绝对不能放弃。狐狸里看了一会儿，见到没有人说话，直播间里面也没有人开价，没有人出价的话，我倒数了，60万第一次，60万第二次。见到狐狸里开始倒数，盛世三知道不能再犹豫了，随即开口道：“70万。”盛世三也是有魄力，直接加价10万，更是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感觉。会场上所有人都摇摇头，这个价格更是高的离谱了。直播间当中也没有动静，很多人都在思考花这么多钱买一盆小绿植究竟值不值得。爷爷，我们不出价吗？江城别墅里面女孩询问爷爷，很奇怪为什么不出价。再等等，既然买肯定要买最好的，3株玉露，只有第3颗长出了老桩，肯定种植的时间最长，等最后一颗出来，丫头你就给我出手，务必拿下。女孩郑重的点点头，这么漂亮的玉露她同样喜欢的不行，说什么也要买过来。直播间评论区一群网友酸的不行，累死累活还不如人家养一盆多肉，人比人气死人了。狐狸里马上站了出来，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？70万第一次，70万第二次。狐狸里故意等了一会儿，这可把盛世三气得够呛。小丫头，你倒是快落锤呀！盛世三紧张的双拳紧握，成交。狐狸里落锤，然后笑着说道：“恭喜盛世三姐姐拍得1号玉露。”盛世三长舒一口气，
万幸没有人出来搅局，喜气洋洋地站起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同喜，同喜，给我一个银行账号，我这就转账。”胡丽丽马上就把花13事先给她的银行卡号报给了盛13。盛13转完账，立马喜滋滋地抱起自己的玉露，宝贝地看着，甚至开心地亲了一口。医院这边，花爸花妈饭菜是彻底没心思吃了。看着直播间当中激烈的竞拍，价格一次比一次高，他们的血压也随着不断升高。当第一株玉露定价70万的时候，老两口如同遭雷击，震惊的相互看着，互相掐了掐对方的脸颊，都怀疑是在做梦。盛世3转账完成的那一刻，放在桌上的手机立马跳出一个银行入账通知，一个7后面一大串0，更是加剧了二老激动的情绪。花爸花妈满脸通红，巨大的惊喜涌上心头，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。种了一辈子地，哪里见过这么多钱啊？孩子爸，我喘不过气了，不行了。孩子妈，快别激动，过来坐下。花云山连忙扶着陈秀芝来到病床上坐下，拍着陈秀芝的后背帮她顺气。陈秀芝深吸一口气，长长的吐出来，才堪堪平静下来。花云山埋怨的说道：“你也真是，看到一点钱就给你吓的，要是住院了还不让人笑话死。”陈秀芝白了一眼花云山，没好气的说道：“你懂什么？有了这些钱，儿子就可以在城里买房子娶媳妇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。咱们王家山穷乡僻壤，现在还哪有小姑娘来？”花云山沉默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村子里面花13这一代打光棍的还真不老少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王家山实在是太穷了，有不少小伙子带了姑娘回村，还发生了连夜逃跑的事情。不过想到儿子的腰椎治疗同样需要大量的金钱，这些钱也只能全部拿来治病了。买房娶媳妇这件事儿还是要放一放才行。爸妈，你们别聊了，第2颗玉露也要开始了。二老还没有彻底回过劲，第2颗又开始了，这次的价格估计更高。两人也顾不得说话了，马上跑过来排坐，紧盯着手机，想看看这一株绿植是不是更加值钱。酒店里面，胡丽丽经过第1次成功的拍卖之后，现在也镇定了不少。各位，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，2号玉露是1号的3倍大小，喜欢这次可要抓紧了。底价70万，竞价开始。根据第1株玉露拍卖的价格做基础，这次的底价直接上升到了70万，让很多刚才没有继续出价的人懊悔不已。胡丽丽话音刚落，直播间顿时50个大伙间升起，而出价人名字一出来，更是在直播间当中丢下了一颗深水炸弹。攀登培育基地出价100万。卧槽，攀登培育基地都来了，大佬啊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膜拜加一，什么情况？我是萌新，求科普。看到这么多人不知道，还真有人跳出来解释了一通。真是萌新啊，平时不好好学习。知道玉露为什么分为攀登和孙登吗？就是用这2位老爷子的姓氏来命名的，知道有多厉害了吧？而攀登和孙登的区别在于叶片有无顶毛，而今天拍卖的这3株冰魄玉露就是没有顶毛的，也就是说这是潘氏冰灯玉露，也难怪潘老会出现。原来如此，学到了，多谢大佬科普。多肉界的泰山北斗都出现了，胡丽丽也是吓了一跳。胡丽丽顾不得惊讶，马上喊道：“潘老出价100万，有没有出价更高的？”现场静悄悄的，有不少也在看直播。这位老人家在多肉界那就是珠穆朗玛峰的存在，他们可惹不起，还是看热闹吧。就在这时，直播间当中又飞起了50个大火箭。孙登培育基地出价120万。这一下直播间彻底沸腾了，2位大佬同时出现，可不得了了。平时这种大人物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存在，现在齐聚直播间，网友全都兴奋。神仙打架啊！今天这瓜吃到了。禹城潘氏培育基地，一位老人在助手的帮助下摆弄着平板，看到孙登出价，气得吹胡子瞪眼。今天拍卖的玉露可是用他的攀登培育出来的，姓孙的也有脸出价。给我继续出价，这株攀登必须给我弄到手。我的最新研究，如果有了它，一定能成功。助手点点头，立马输入140万的价格，这已经超过了当年130万天价的冰魄玉露了。140万价格飘出，远在京都孙登培育基地里面一个戴眼镜的老人家也看到，不禁笑道：“老潘啊，老潘，我们明争暗斗这么多年，最了解你的还是我，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得逞的。继续出价。”助手马上输入价格，紧追不舍，一时间直播间里面成了2位老人的战场。价格刷新的非常快，根本就不等胡丽丽喊价就更新了，所有人都成为了看客。当价格攀升到190万的时候，潘老这边忍不住了，夺过平板手写打字：“老孙头，你够了呀！这攀登对我有大用，你就别掺和了。”孙老这边看到消息得意的笑了，同样打字开始回复：“老潘，这玉露对我同样也有大用，咱们公平竞争，你可别跟我急眼。”这些年孙登一直被攀登压着打，一直没有找到突破点，他同样需要这株攀登作为杂交对象，用来培育出更加出色的种苗。潘老一时犯了难，这样竞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！190万已经是远远超出了他的心理价位。认真的思考了一番，潘老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于是给孙老发送私信：“老孙，要不这样好了，这株玉露就算我俩共同买的，到时候一起用来做研究如何？继续这样争下去，对你我都没有好处的。”孙老收到私信，点开看了看，这个提议确实不错。杂交的话，确实也用不了一整株玉露，2人一起买的话，还能省不少钱。想清楚了之后，
孙老马上回复：可以，合作愉快。一场激烈的竞价就这样结束了，价格定格在190万。江城这边，花棚里面老人家看到潘老和孙老之间的对抗，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女孩看到爷爷笑得这么开心，好奇地问道：爷爷，你认识这潘老和孙老吗？老人点点头，笑眯眯地说道：当然，都是一个圈子里的，偶尔在交流会上面见到过。这2位都是老小孩，见面就掐架，谁也不服谁。我就知道这玉露会把他们俩调出来，果然是这样。老孙没有出价，怕是跟老潘合作了。看来到时候取玉露的时候，爷爷我要亲自去一趟啊，也见见2位老朋友。狐狸里看到190万的天价，激动的心脏扑通扑通的。这才第2株，后面的3号玉露怕是更贵啊！不敢耽搁，狐狸里马上开始喊价：190万1次，190万2次，成交！潘老，玉露会暂时寄存在益阳县城南派出所，我的联系方式稍后私发给您，到了之后请联系我。接下来我们进行3号玉露拍卖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之前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这些冰魄玉露有一个神奇的功能，仔仔才想起来，视频删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接下来我为大家展示一下，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之前看过视频的都知道狐狸里说的是什么，盛世3也不禁庆幸狐狸里忘了，如果让别人知道的话，第1株还真的轮不到他。狐狸里抱着玉露来到窗台边，把玉露放进阳光里面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阳光覆盖玉露的瞬间，晶莹剔透的叶片顿时洒出来无数绚丽多彩的小彩虹，布满了整个包间。随着狐狸里的转动，包间当中的小彩虹也同时转动，连成了一片，形成了绚丽的彩带。现场的人就像是置身在梦幻的万花筒当中一样。现场的人们尽管之前在视频当中看过一次了，但是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撼，实在是太美了，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呆了。而这个时候，成功拍得玉露的潘老和孙老正在视频电话商定行程，也同时看到了狐狸里表演的一幕。2位老人一脸震惊地隔着屏幕相互看了看彼此，继而2张满是褶皱的脸如同2朵菊花一般绽放开来。这回是真的捡到宝贝了呀！老潘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准备今天就出发。孙老迫不及待地说道。2位老人跟玉露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，遇到这样的变种玉露，如何还能坐得住？视频那头的潘老也是连连点头说道：正有此意。突然，2人同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2人同时打开一看，有些意外。孙老有些不确定地问道：老潘，难道你也？不错，老唐的短信，真没想到那个老家伙也在看直播，正好他就在江城，我们就去他那儿集合也挺好，有些年头没见了。潘老点点头说道：那就这么办吧，我现在去订机票，不见不散。孙老说完就挂断了视频。江城别墅这边，老人收起手机，女孩马上一脸紧张地问道：爷爷，潘爷爷和孙爷爷答应了没有？刚才正是老人发的信息，因为看到狐狸里的展示之后，老人就清楚了，这样的玉露身价绝对暴涨，他们恐怕竞争不过。其实也并不是买不起，只是斥巨资买一盆绿植那是很不理智的行为，所以爷孙俩商量了一番，到时候就跟过去看看就行了。老人笑着点点头说道：放心吧，他们答应了，今天就出发到我这里来集合，然后我们一起过去。太好了，爷爷你真厉害。开心了没一会儿，女孩又觉得很可惜，气鼓鼓的一脸不高兴的说道：那个小姑娘真是的，早不展示晚不展示，偏偏最后一个玉露放一个大招，本来我们还有机会的，这下好了，彻底没戏了。好了，不用可惜，买不到也没有关系，这不是还有潘爷爷和孙爷爷的玉露吗？你要是想玩，豁出这张老脸爷爷也给你借过来玩几天。老人赶紧安慰孙女，宠得不行。女孩这才展颜欢笑，起身帮老人捶着肩膀，乖巧的说道：爷爷，我就是发发牢骚，看看就行了，也不是非要不可。第一次看见这一幕的网友更是惊得下巴都掉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神奇的多肉。就是，我觉得这玉露叫冰魄已经不准确了，应该称呼它为万花筒玉露。这个名字不错，很形象地表达了这玉露隐藏特性，这已经全面超过了冰魄玉露，这完全就是一个新品种啊！无数网友开始刷屏，非常认可这个名字。就在网友聊得正嗨的时候，突然直播间里面又开始有人刷火箭了，紧接着一个飘红的弹幕飘了出来：真可惜呀，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来晚了，高价收购万花筒玉露，钱不是问题，先前拍卖出去的，我愿意出2倍的价格回收，想出售的请联系我。这位才刚刚发完言，马上就又有人刷火箭，表示3倍的价格回收。这一下子网友更加酸的不行，最小的1号玉露成交价70万，短短1个小时不到暴涨3倍，这钱也太好挣了吧！现场的人看着盛世3美滋滋的捧着玉露，那叫一个羡慕嫉妒啊！刚才要是咬咬牙买下来，那还不赚翻了呀！真是可惜啊！狐狸里展示完，觉得差不多了，拿着玉露重新回到台前，马上开口道：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3号玉露的拍卖，底价120万，大家可以自由出价。这时候能买得起3号玉露的，不用想主力全都在直播间当中。经过刚才的展示，也不知道吸引来了多少隐藏富豪。50个火箭升空，弹幕当中醒目的200万缓缓飘过，财大气粗啊，直接加价80万。还没等网友反应过来，下一秒就被260万打破，然后新的价格不断的刷新。这已经是最后一颗玉露了，而且是长得最好最大的一颗，
现在不出价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直播间当中价格不断的刷新，竞争相当激烈。狐狸里这一次主持也是好处多多，每一个出价的人都会主动送上礼物，就这些礼物分成，狐狸里的后台都赚了差不多10多万了，更不谈疯涨的粉丝了。此时直播间当中10多位土豪在互相竞价，价格已经逼近400万了，竞争激烈异常，底下的网友彻底沦为痴。儿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你说就这4盆小东西咋就那么值钱啊？陈秀芝抱着仅剩的一颗玉露，金贵的不行，不明所以的问道：妈，物以稀为贵嘛，东西是小，但是架不住有人喜欢啊，他们买回去作用可能更大。陈秀芝和花云山也不懂这些门道，只是愣愣的点点头。这么高的天价实在是让二老有种飘在云端不真实感。直播间当中价格已经到了450万，渐渐有不少人退出，现在只有3个人还在不断出价。就在大家认为还要竞争一会儿的时候，一位叫做刘公子的网友出价580万，一锤定音，没有人再跟。狐狸里站到台上，那叫一个激动啊！这个价格对于玉露来说真是高的离谱啊！580万第1次、第2次、第3次成交。恭喜刘公子拍得3号万花筒玉露，请快来益阳县城南派出所进行交易。这次拍卖圆满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捧场，大家再见。狐狸里非常礼貌地跟所有人道别，然后把2号、3号玉露装好，准备送到派出所去。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是中午11点了，现场大部分人选择留下来吃饭，而盛世3和童世3却紧跟着狐狸里说什么都不走。狐狸里疑惑地问道：二位还跟着我干什么？有事吗？嗨，很不好意思，我们想见见玉露的主人，还麻烦仔仔你引荐一番。不行，他不想被人打扰，抱歉。狐狸里连连摆手，这怎么行呢？要是让花世3不高兴了，以后可就没这好事了。仔仔又何必拒绝呢？我们找玉露主人是有重要的事情，就我们2个，不会冒犯他的。2人都不肯放弃，都是做养殖行业的，这种神秘人物必须要结识一番。狐狸里见2人这么执着也没有办法，带头去派出所。不过走在前面，狐狸里悄悄地掏出了手机，给花世3发了一条短信：580万，我的老天啊！这加在一起就是840万了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孩子吧，这么多钱，我们家会不会被人盯上啊？陈秀芝一脸担心地问道。钱是好东西不错，但是太多了，陈秀芝就有些接受不了了，有种暴发户钱不知道藏在哪里的感觉。孩子妈，你冷静一点，现在知道这绿植是我们家的人，就小胡护士一个人，放心吧，没事的，别疑神疑鬼的。花云山经过3番2次的刺激，心理承受能力好了不少，840万勉强应该够治疗费用了吧？花云山心里盘算着。陈秀芝坐在床上，喝了一大口凉水，还是久久不能平静。突然，花世3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，花世3拿起来一看，发现是狐狸里的，点开一看内容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居然还有人不放弃想要找他，关键是这个玉露他也不打算卖，他准备自己养着玩的。顶级冰魄玉露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做万花筒玉露，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，完全就是因为它稀少。要是大量出现在市场上，迟早会变成大白菜。而且卖了3颗玉露之后，花世3暂时也不缺钱。这仅剩的玉露，花世3倒是想看看，如果使用灵水不断的浇灌，他以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还是自己养着比较好。而且花世3的重心还是想要建设王家山，靠玉露肯定是行不通的。桌上的这盆覆盆子才是推动发展的最佳手段。经过灵水的滋润，覆盆子植株已经抽芽了。夏季正好是覆盆子成熟的季节，当务之急还是要回到家里找块土地把它种起来才行。虽然现在不是覆盆子生长的季节，不过有灵水的帮助，这些都不事儿。现在身体虽然没有彻底康复，不过有了2次灵水的滋润，已经恢复了大半，轻微的活动还是没有问题的，也是时候回家了。这个医院住的他已经受够了，正好躲开那些想要来找他的人。想清楚这些的花世3看向还在想事情的花云山道：老爸，我想出院了。心不在焉的花云山马上答应。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脸惊诧地看着花世3问道：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我想出院，我想回家。花世3接着说道：不行，坚决不行，医生都说了你不能动。花云山连连摇头，说什么都不答应。开什么玩笑，伤得这么重回家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花世3不想都知道老爸在担心什么，这是害怕他腰椎出现损伤，看来不证明一下老爸是说什么都不会同意的。想到就做，花世3直接就掀开宝毯，稍微用力就自己坐了起来。这一下把花云山吓得一裂居，差点坐到地上去。坐在床沿上，花世3晃荡着双腿，看着目瞪口呆的花云山：老爸，你看看我这样，你觉得还需要住院吗？我都感觉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我下地走给你看看。花云山收起下巴，跑到花世3跟前，制止花世3，不让他乱动，不敢置信地打量着花世3活动的双腿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他都以为是在做梦。可是医生明明都说了，孩子的腰椎受到重创，下半身几乎瘫痪了吗？难不成严医生骗自己？可是完全没有必要啊，这病他也治不好，想捞钱，这钱也落不到他口袋里啊。花云山百思不得其解。陈秀芝看到花世3自己坐了起来，马上就回过神来，满脸高兴地过来摸着花世3的大腿：爸，你别多想，我真的自己好的差不多了，现在也有钱
在医院买一个轮椅，我们今天回家得了。住了几天院，这大热天的也没有洗澡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也是时候回去了。花云山愣愣的点点头，还是不确定的问道：“儿子，你真觉得自己没事？老爸，你看你还不相信，老妈你扶着我一点。”陈秀芝闻言拖着讲着的胳膊，花13稍微一用力就晃晃悠悠的站在了地上，在陈秀芝的搀扶下缓慢的走动着。花云山看到这一幕，浑身就像触电一样，一股激动的情绪从心底油然而生，多日的担忧今天终于是化为了乌有。好，实在是太好了，老天保佑啊！花云山激动的满脸通红，一个大老爷们儿高兴的直拍手，儿子康复，现在又有了840万的巨款，一家人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老爸，你快别乐了，快去帮我跟严医生买个轮椅，一会儿有人就找来了，省得脱不了身。还有老爸，你记得别告诉我严医生我康复的事情，省得他又大惊小怪的。花云山郑重的点点头，想到严医生之前信誓旦旦的说花13会瘫痪，他心中还是有些恼火，现在他肯定不会说实话。放心吧，儿子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等老爸离开，花13也只能在心中对严医生说声抱歉了，为了能出院，也只能让你背这个黑锅了。儿子，这次赚了那么多钱，准备干什么呀？有没有什么计划？陈秀芝扶着花13回到床上，想了想问道：妈，暂时存在银行吧，等我彻底好了再说。我现在就想快点回家，吃上一顿老妈你亲手做的饭菜。花13笑着说道。陈秀芝听得心里甜丝丝的，笑容立马在脸上绽放开来。好嘞，乖儿子，回家老妈就给你做好吃的。你二叔前天在山上采了你最爱吃的牛肝菌、猴头菇，妈给你炖了，好好补补。花13咽了咽口水，王家山山珍那绝对是一绝，他都好久没有吃到过。就在花13和陈秀芝说话期间，花云山带着严医生回来了，而且后面还带着一个崭新的轮椅。花先生，你要想清楚，如果出了事情，我们医生可该不负责的。严医生一脸严肃地说道，他也不知道这位家长是怎么想的，说什么都不听，硬是要出院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确定出院，出了事也不怪你们医院，放心吧，严医生。花云山很肯定地点点头。严医生叹了口气，看向花13，小伙子，还有陈女士，我想知道这是花先生的主意，还是你们一家人注意？严医生不放弃地询问花13还有陈秀芝，本着医者父母心的原则，还是问清楚比较好，因为花13的伤势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的了。严医生，多谢关心，这是我们一家商量好的，确定出院。花13和陈秀芝点点头说道。严医生沉默不说话，张了张口想说什么，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想到这一家很有可能是因为没有钱放弃治疗了吧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哎，好吧，我尊重你们的选择，你们上去帮忙拆除小伙子身上的东西吧。几分钟后，花13坐在轮椅上，跟严医生一行人挥手告别，踏上了回王家山的道路，重新回到熟悉的王家山入口。花13坐在轮椅上看了一眼不远处垮掉的山头，一切就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一样。谁能想到，本来是一场灾难，现在却变成了一场机缘。陈秀芝推着花13，一家人喜气洋洋的，手上还买了不少东西。现在花13的腿没有事情，还赚了那么多钱，可以说全镇首富都不为过呀。夫妻俩更是心思活络了不少，有了这么多钱，他们的肩膀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，整个人都轻快了起来。还没有走多远，一家3口就听见道路前方传来叮铃哐啷的敲打声，走到近处才发现小路上到处都是人，一个个肩挑手扛，干得热火朝天。原来是全村的人都在清理道路。也是的，出村的道路就这么一条，这要是不清理出来，全村的出行都要受到影响。二叔花云海也在人群当中，这会儿他正好站起来擦汗，一眼就看到路口花13一家3口，擦了擦眼睛，还以为出现了幻觉。大哥大嫂回来了还能理解，可花13这孩子怎么也回来了？这孩子的情况他也知道的，根本不能活动了。擦完眼睛看过去，还真是的，我的天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来不及多想，马上跑过去。大哥大嫂，你们这是？花云海真惊讶地问道，还不时地看向花13，意思很明显就是在询问花云山怎么把花13给带回来了。花云山害怕花云海说漏了嘴，既然花13已经没事了，这件事儿就更没有必要说出来，省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连忙开口道：云海啊，是严医生说孩子没多大事，现在都可以自己站起来了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说完冲着花云海眨了眨眼睛，示意他不要乱说话。花云海马上就知道了，先不管这件事儿是真是假，还是私下没人的时候再问吧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走走，我们快回家，让秀桃做好吃的庆祝一下。花云海马上就反应过来，表现出惊喜的模样。现在这条路可不太好走，到处都是巨大的石头和断裂的树木，只好花云山背着花13，花云海扛着轮椅，这样才艰难通过。一路上认识的乡亲们纷纷笑着打招呼，王家山的民风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因为大家的贫富差距都差不多。通过泥石流滑坡的道路之后，花13才重新坐上轮椅。又走了10多分钟，远远的就能看到山脚下的2栋民房，那就是花13的家。还没到家呢，远远的就听见了犬吠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一条土黄色的田园犬甩着粉嫩的舌头就冲了过来。看到花云山夫妇那叫一个兴奋了，3天没见了，大黄不知道有多想念主人，尾巴都摇成了风车，一个劲的蹭着花云山的裤腿。
还有陈秀芝更是蹲下来抱住大黄的脖子，抚摸着他的狗头。在农村，狗就是家庭的一员，更别说前天还多亏了大黄他们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花13，自己儿子现在还能活着出院，大黄功不可没，所以花云山夫妇更加看重大黄了。花13看到大黄也是笑了，这小家伙当初还是他从集市上买回来的，转眼都长这么大了，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自己，试探的喊了一声元宝。激动的大黄愣了一下，这个名字已经好久都没有人叫过了，两位老主人都是叫他小黄的。元宝转身看向轮椅上的花13，歪着脑袋似乎在辨认，还没一会儿就认了出来，尾巴更是摇得飞快，冲向花13一个劲的往他怀里凑，嘴里还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，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。花13哈哈大笑的抱着元宝的脖子，儿子，这次的你能没事，多亏了元宝，当天可是他带着我们找到你的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花云山这时候开口说道，在心底也是十分感激元宝。是吗？花13心底惊讶，更是感激的看向元宝，不停的抚摸他的狗头，开心的说道，好元宝，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回家给你加餐。元宝开心的摇头晃脑，没有什么比加餐更让元宝开心的。花云海在边上看到小黄这样，暗骂白眼狼，这段时间可是吃他的喝他的，看到自己连个招呼都不打。跟元宝玩了一会儿，大家一起回家，元宝一马当先前面开路，今天疼爱他的小主人也回来了，元宝大人开心，终于是回家了。2层小楼，多为木质结构，在大山里面就是不缺木头，砖石什么的太难运进来了。一回到家，留下花13在院子里面跟元宝玩耍，而老爸老妈一起去屋子里面收拾东西做饭。3天没回家，缺少人气，房间里面很容易受潮。别看现在是夏天，因为有3座山峰的阻挡，水汽无法散去，导致了花溪夏季充沛的雨水。阳光虽然不多，但是也是显得相当的闷热。这时候的王家山宛如一个蒸笼，湿气浸透在王家山的每个角落。摸着元宝的头颅，元宝眯着眼睛趴在花13脚下，非常的享受。他都快忘记有多久没有感受到小主人的抚摸了。想到自己的命都是元宝拯救的，花13越发的疼爱小家伙，不给他一点好处都说不过去了。拍了拍元宝的脑袋，元宝马上抬起头看向花13。花13指了指窝棚里面的狗碗说道，去把你的饭盆拿过来。元宝想了一小会儿，立马起身跑过去，把饭盆叼了过来，放在花13面前，乖巧的蹲坐着等待投食。花13拿起饭盆，意念开始沟通珠子当中的灵水，这也是花13这2天发现的新能力，可以直接调动空间当中的事物。很快狗盆就装满了灵水，花13小心的放在地上，喝吧，元宝。元宝开心的摇着尾巴，甩着舌头低头就准备吃，然而看到一碗清水，他顿住了，尾巴也停了下来，抬起狗头看着花13，一狗脸的疑惑，搞半天就让元宝我喝水，喝水我要你啊！坏主人捉弄元宝，气呼呼的坐在地上，偏过狗头不看花13。哟呵，你个不识货的，还看不上这灵水。花13搂过元宝的脖子，在碗里蘸了点水，抹在元宝的鼻子上。元宝跳着挣脱，到一边马上舔了舔鼻子上的水，狗眼顿时瞪得滚圆，震惊的看向地上的狗碗，飞快的冲过去，哐呲哐呲喝了个底朝天。喝完还看向花13，狗嘴点了点空碗，主人再来点，这水太好喝了。花13没好气的敲了一下元宝的脑袋，没有的，你个吃货。很快元宝就出现了反应，好像有些难受的围着花13走来走去，狗脸都挤在了一起。你怎么了，元宝？花13关心的问道。元宝看了看花13，肚子里面翻江倒海，这一个响亮的臭屁喷出来，花13脸一黑，差点臭晕过去。好你个元宝，赶紧归原点，没拉完不准回来。花13气呼呼的把元宝赶到外面去，喝完就拉，真是够。元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难道灵水还有通电的效果？可是自己喝了为什么没有事儿？等了大概5分钟左右，元宝才精神抖擞的跑回来，浑身湿漉漉的。看到花13，顿时眯着眼睛，摇头晃脑的就想冲过来。停！花13赶紧伸手制止元宝，说道：“先把水甩干净。”元宝站在门口歪着头想了想，花13意外的发现这死狗眼中居然有了人一样思考的神色，灵动了不少。想了片刻之后，元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站在门口疯狂的甩动身体，水珠四溅在阳光下折射出一道小彩虹。甩干净了身上的水，元宝这才摇着尾巴跑到花13身边，亲昵的舔了舔花13的手心。这家伙好像还真的变聪明了不少啊，出去拉屎还知道洗个澡回来，真不错，变聪明了，还知道讲卫生。花13伸手撸了一把元宝后背的皮毛，一抬手发现不对劲，手上多了一大把黄颜色的毛发。一看元宝身上果然凹陷了一大块，疑惑的花13再次伸手抓了一把狗毛，只是轻轻的一用力就薅下来一大把。这掉毛也掉得太厉害了吧，现在还是狗身上有水，要是等水干了那还不狗毛满天飞呀？那可不行，趁着水还没干得赶快把元宝身上的毛弄下来才行。这灵水对元宝的功效有些过头了呀。花13很是疑惑，难道是喝多了，能量太强造成的？想到这里，他也有些想法，因为元宝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洗毛法水呀。花13找来了一块木板，让元宝在地上躺好，木板就这么在他身上一刮，狗毛就轻松的下来了。
就跟开水烫过的死猪一样。元宝感觉身上一凉，惊讶的抬起狗头看着自己的身体，衣服没了，这还得了？立马在地上挣扎，想要脱离花13的魔爪。别动，现在不关毛，你就别想吃晚饭。花13拍了一下狗头，骂了一句，元宝这才生无可恋的叹了口气，乖乖躺下。不能吃饭那绝对不行的，不就是皮毛吗？掉了元宝还能长，饭不吃绝对不行。小主人实在是太坏了，一回来就扒元宝的衣服，这还让元宝怎么有脸见村里的小母狗？花13可不管元宝幽怨的眼神，仔细的刮完一边，接着刮另一边。2分钟后，元宝光溜溜的爬了起来，地上一滩毛发，甩了甩身子，稍微有点不舒服，不过凉快倒是真的。这个时候，花云山搬着桌子走了出来，儿子吃饭了。突然看到站在边上的元宝，疑惑的问道：“咦，哪儿来的赖皮狗？”元宝那叫一个伤心啊，老主人都是不认识自己了。元宝呜咽的跑到花云山腿边蹭了蹭，无辜小眼神看着花云山，仔细瞧了瞧，这才认出来是小黄啊，咋变成这样了？花云山大惊，刚回家就成秃毛狗了，这变化也太快了吧！啊，是我踢的，这不是天气热吗？踢光了元宝就不会中暑了。花13转动着轮椅的轮子走了过来，笑着说道。花云山看到委屈的元宝笑，剃毛也不用剃得这么干净啊，笑骂道：“你这孩子回来就不消停，小黄原来多好看，你这么一弄丑死了。”元宝现在可是能听懂的，幽怨的看着花云山，当我面说我丑合适吗？没事吧，过段时间就长出来了。元宝身上也有跳蚤，剃光了更好。行啊，我们快吃饭吧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花13马上转移话题。花云山放好桌子板凳，今天人多就在院子里面吃，大夏天的也凉快。很快，母亲陈秀芝、二婶李秀桃端着香喷喷的农家菜就出来了：小鸡炖蘑菇、螃蟹、黄鳝、老鳖、河虾、红烧鱼、腊肉炒大葱、凉拌微菜、牛肝菌猴头菇炖汤，全都是王家山天然食材做出来的。那香味光是闻到花13都是满口生津，还是家里好啊！就这一桌在京都没有个大几千，是想都别想。而每一个出来的大人看到元宝都要惊一下，然后说上一句太丑了，气得元宝一直瞪着花13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给你好吃的。花13拿过元宝的饭盆，盛了一大盆米饭，加了排骨、肉块、河虾，再浇上鸡汤放在地上。元宝立马冲了上去，化悲愤为食欲，哐呲哐呲的吃起来。吃这么好，平时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啊！所有菜上好，众人落座，微风拂过，带来一丝凉意。花云山端着酒杯站了起来，高兴地说道：“为了庆祝小花平安归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喝一杯。”所有都站了起来，就连花13都在二叔花云海震惊的眼神中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，开口说道：“爸妈。二叔二婶让你们担心了，不过我现在好了，而且咱们家以后的日子还会越来越好。好，老爸相信你，来碰一个。”花云山无比高兴地说道，端着酒杯跟花云海碰了一下。饭后，花13躺在床上，心思活络，想到灵水的功效，怕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正在改善自己的身体。现在房间里面就自己一个人，花13马上抱着桌上的覆盆子和玉露进入了空间中。灵水这么神奇，空间中的黑土地还不知道是什么效果呢。来到空间中，将覆盆子和玉露种下，浇了一点灵水。再次喝了一口灵水之后，花13看到没有什么遗漏，就出了空间进入了。花13没想到才一个晚上，覆盆子就疯长成这个样子，而且玉露甚至还长出了分叉，还长出了小芽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可能会收获整整一棵玉露树。花13在空间中如神一般，一个意念土地就自动分开。为了拥有源源不断玉露，索性就把覆盆子五马分尸，大概分出了差不多100多棵幼苗进行培育。以后这些小幼苗每一棵都价值100万。然而此时外面传来了元宝的狗声，花13哭笑不得，一个意念回归现实。只见大清早，元宝叼着狗盆，趁着我的大腿。这灵水可不简单啊，感觉再多来几次，元宝都能说话了。等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明明在空间了，忙活了1个小时，现实世界才过去了6分钟，难道空间内的世界是外界的10倍？怪不得为什么过了1夜的时间，玉露就疯长成那个样子，这岂不是比外挂还牛逼？简直就是作弊神器！而且灵水功效这么逆天，相信如果父母亲服用后，一定也能容光焕发。花13此时甚至将灵水稀释在井水中，在厨房忙碌了起来。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也是时候让老爸老妈尝尝自己的手艺。而此时一旁陈秀芝却看着13一脸懵，这才出院1天，居然还要下厨做饭，眼泪禁不争气的流了出来。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到了灵泉水做出来的饭菜，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，差点没把舌头都吞下去。云山啊，老头子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吃过如此好的果蔬啊！村长，这个种子跟村里都是同一批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。这个就不说了，谁家还没点什么小秘密对吧？为了13啊，在家期间如果对村子有什么好建议，记得一定要来跟爷爷商讨一下。村长爷爷，其实这次回来我是不打算走的，我想留在村里发展，而且也能照顾到家里。儿子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，这可是关系你一辈子的事情，在村里能有什么发展？妈可不想你以后也和我一样。谁说村里没有什么好发展的？这好东西不就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吗？大家听完都是陷入了思索，看着桌上的色香俱全的饭菜，
这才恍然大悟，好像也这么回事。孩子，你是认真的？这种品质的蔬果绝对能卖一个好价钱，你当真能种植？可陈秀芝这是慌了，担心儿子以后要真一辈子耗在村里可就完了。13啊，别开玩笑，在家里住一段时间得了，这些都是普通种子。老妈，您要相信您儿子，您要是不信的话，咱们来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我成功种出像今天这么好吃的蔬菜瓜果，您就别阻止我留在乡下发展，怎么样？回想到大城市里的勾心斗角的职场，花13觉得这里才是自己最好的归宿。现在又有了神秘空间作为后盾，他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改变王家山贫穷落后的现状，让王家山变成一个世外桃源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只要不成功，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去。陈秀芝想了想就同意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儿子喜欢，做母亲的都会无私的支持。如果真的种出这种品质的黄瓜西红柿，留在乡下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说干就干，花13草草完事便准备进空间一趟，趁着玉露还是幼苗的时候挖出来，得找一块山地种起来才行，不然错过了成熟期就不好了。可元宝这个死皮赖脸的家伙也跟了进来，怎么赶都不肯出去。花13一脸坏笑，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元宝看着主人一脸不怀好意的样子，顿时想溜，可一眨眼已经来到了个陌生的地方，吓得元宝不停的叫唤。花13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元宝能进来，自己的本体却不行呢？行了，元宝，别叫了，你就在这里玩，不准破坏任何东西，不然我扒了你的皮。元宝点点狗头，一脸害怕跟在花13边上。花13哭笑不得，这死狗喝了2次灵水都要成精了。接下来就是在空间当中尽情施展，处理覆盆子的枝条。外面过了2个小时，空间中就是1天了，加上领土灵水的滋润，500颗覆盆子幼苗全都抽枝了，全部都要分开。这可是一个大工程，还好空间的时间流速不一样，忙活10个小时，外面也不过是1个小时而已。而元宝悄咪咪的早就跑开了，看到清澈的潭水，口水都流了出来，这不就是小主人给他喝过的水吗？想都不想就往下跳，结果却撞在了一层看不见的砌墙上。诡异的变故让元宝再也不敢嚣张了，夹起尾巴就跑，还不忘舔干净脸上的灵水，呜咽呜咽的跑过来，不停的往主人身上凑。搞什么元宝？想出去了？那就走吧，正好忙完。13，快跟我走！昨天清理山路发现一块大石头，伙计们根本推不动，快去搭把手。还有这事儿？那走吧，一起去看看去。来到路口，已经有10几个老爷们缠着麻绳，扛着撬棍在等着了。花家兄弟终于来了，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开工吧！大伙只要把这石头推下悬崖就完事儿了。花13看到悬崖边上的巨石，目瞪口呆。我的乖乖，这石头都快有家里房子这么大了吧？13，你也来了呀？前面危险，你就别掺和了，身子骨都还没好利索呢，让他们忙活去吧。你要是再出啥幺蛾子，我没脸面对你父母亲啊！突然，花13感受到了什么，浑身难受，感觉巨石在呼唤自己的身体一样，体内的珠子好像有异动，而且越是靠近巨石，珠子跳动的越厉害，简直快要飞出来。他只能极力压制躁动的珠子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兴奋。该不会是巨石里面藏着什么东西吧？自从得到珠子以来，还从来没有见他这么激动过。不过现在这么多人不是靠近的时候，还是等晚上没人的时候再过来查探一番吧。若是被空间被发现了，说不定会让村子惹上麻烦。花13带着元宝狗狗碎碎的来到巨石所在的路口，越是靠近石头，他的内心越是激动。元宝，在这里帮我守着，要是有人来了就大叫，听懂了吗？元宝似懂非懂的叫唤了一声。花13暗骂蠢狗，现在叫那不是把人都引来了。交代完元宝，他一点点的靠近巨石，然而体内的珠子又开始异常兴奋了，就像小孩子看到心爱的玩具一样。可花13这次并没有压制，而是伸出手搭在石头上。突然，巨大的吸力从手心出现，一股能量顺着手臂进入到身体珠子当中。此时巨石竟然出现了裂缝，表皮不断的脱落，里面竟泛着刺眼的绿光。居然还是顶级帝王绿，难道这块巨石都是吗？可还没有等他高兴多久，就发现缝隙中的帝王绿玉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灰白，然后化为粉末。随着珠子不断吸收，外壳正在大量的脱落，手掌周围的石块更是直接变成粉末不断掉落，石头变成了豆腐一样。我的天，这么大的玉石那得是多少钱啊？就这样被吃了，祖宗啊，嘴留情啊，你好歹给我留一点啊，这都是钱啊！看到这么大的玉石在眼前化为飞灰，花13感觉自己损失了几个亿，简直心痛到无法呼吸。随着玉石不断的缩小，直至完全吸收，他发现玉石正中心出现了一个异物。这玉球入手冰凉透明形状，莫不是对体内的珠子有什么功效？正当他想带着玉球进入空间，可意念一动，居然进不去，这还是第一次被阻挡。正当疑惑，珠子却突然疯狂旋转。花13此时感觉身上注满了能量，光芒一闪，他瞬间被引入了空间，而元宝可吓坏了，夹着尾巴先溜为妙。而此时的花13也发现了变化，空间居然吸收帝王绿后延伸了100亩土地，本体也能进入空间，而且脑中还多了名叫青木长生诀修炼功法。难道是小树传授给自己的？先离开空间再说。远处的元宝看见主人，立马摇着尾巴跑过来叫唤起来，仿佛在说：主人，你是掉粪坑了吗？怎么那么臭，狗都要吐了。花13无语，居然被狗鄙视了。
趁着现在没人，提着元宝飞速回到家中。这修炼过后，连移动速度都快了这么多，感觉神清气爽，五感都加强了不少。13呢？你是不是化妆了？陈秀芝伸手捏着儿子的耳朵，你个臭小子，好的不学女人化妆，真是气死老娘了。没有啊，我一大男人怎么会化妆呢？你这下手也太重了吧？你儿子才刚出院呢。老两口摸着儿子的脸，左顾右盼的，搓的五官都扭曲了。真是奇怪了，这小子怎么回事？皮肤变得比那黄花大闺女还要白嫩，非要是出去，不是让人笑话吗？花13赶紧岔开话题，自己当知道是修功法后肉身强化。你俩大早上的这是准备去哪儿呢？这不是你二叔一早过来通知我们，说山下来了一窝野猪，村里几亩地能让那畜生祸害了，争着急去看看。啊，野猪一般不是冬天没有吃的才会下山吗？怎么夏天就跑出来了？村长的声音传来，不好了，野猪来了，正在啃地里的瓜果呢。3人一狗一同看去，好家伙，这还得了，居然祸害到自家地里了。云山啊，你们别急，我已经喊人了，应该马上就来了。这些西瓜到时候可都是要拿到镇上去卖的。此时健硕的村民手持器具赶了过来。大成啊，有没有把握呀？这畜生那么大，看样子很不好对付啊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这畜生翻不起浪花，你们都离远点，等会让这畜生发起怒来，别伤着你们。咦，这是谁家的闺女啊？怎么也跑来看热闹？这是我家的小子，那是闺女，大伙看走眼了吧？原来是13啊，才一天没见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小子也真是的，没事学女孩子家涂脂抹粉，没有一点阳刚之气，真是的。待会儿爷爷可得好好说说你。然而此时变故发生了，巨大的野猪居然红着眼睛冲着人群冲来，而且村长首当其冲。花大成吓得脸色瞬间煞白，连忙将村长推向一边。村长快跑！面对迎面而来的野猪，花大成不敢怠慢，抽出封存已久早年祖传用来砍小日子的大砍刀。就在野猪要撞上他的时候，花大成一个跳跃，右手的大砍刀顺势砍了下去。巨大的野猪凄厉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，脖子上还插着砍刀。花大成也没好到哪去，直接被野猪的獠牙顶飞了出去。村长总算松了口气，终于解决了这畜生。可此时的野猪却突然爬了起来，这一下他更加愤怒，发出凄厉的嘶吼声，而且这次是冲着陈秀芝去了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陈秀芝面前出现一个人影。妈别怕，有我呢，没人能伤害你。陈秀芝原本的麻木的心里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。此时花13精神力高度集中，高速运转浑身的灵力，野猪的所有举动都变成了慢动作。难道这就是青木诀带来的能力吗？在众人的眼光下，他双手抓着野猪的獠牙，重重的砸在地上，地面都被砸出了坑。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居然抡起了将近400斤的大野猪砸在地上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！陈秀芝最先反应过来，你个傻小子，没事吧？我看看哪里受伤了。妈，我没事，好着呢。陈秀芝一巴掌扇在他的脑袋上，好你个大头鬼，你是不是要把我吓死？真是没想到啊，13居然深藏不露，这野猪最少200公斤，被你小子这么抡起来摔死了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打死我都不会相信的。村长爷爷，我这也是巧妙运用了科学，可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。花13可不敢说出自己的秘密，被发现了可不得被抓去当小白鼠。13啊，这头大野猪是你打死的，就由你来处理吧。此话一出，村民看着野猪咽了咽口水。以前可以上山打猎的时候，还偶尔能够吃上一口野猪肉，那味道简直不要太美。花13看着大家哈喇子都快流到了地上，而且花大成还受伤。村长爷爷，看您这话说的，这么大一头野猪当然是全村分了呀。但是大成叔伤得不轻，我觉得应该给大成叔家多送一点补补身子。此话一出，村民们都夸张花家生了个好儿子。13啊，有觉悟，但是以后可不准模反了呀，搞得跟娘们似的，不然爷爷还是要说你的。花13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谁知道村长来了这么一句，就连元宝都应着笑声狗叫起来。花13一阵抽搐，自己刚把猪妈妈宰了，元宝倒好，直接给人一锅端了，还吐着大舌头邀功。村民觉得花家不但养的儿子有本事，连狗知道给家里带东西。这3只小猪仔可怎么办呢？家家户户都养不起，凶得很还吃得多，能吃就不说了，还野性难驯，臭烘烘的，麻烦的要死。村民们纷纷看向花云山，可陈秀芝却连连摇头。一家3口人能有多少剩菜剩饭去养他们？就是一个累赘，还不如现在杀了吃肉。各位，这3只小猪仔没有大猪照顾，回到山上也是死路一条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单独养，那就把它们当成全村的财产好了，专门建一个猪圈，大家轮流养1个星期，到时候是卖是吃全村分。花13并不是嗜杀之人，才刚把猪妈宰了，这也算是为小猪仔做的一点事吧，是福是祸不得而知了。村民马上点头赞同，全村人一起养3头野猪还不简单，一家养1个星期，这样就没有什么压力了。而且现在野猪肉可是不便宜啊。既然你们同意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大伙起锅烧油，杀猪肉吃。这么大一头野猪，可是有些日子没有见到了，今天可是有口福了呀。村里此时热闹起来，老人忙忙碌碌，野猪肉怎么吃最香？村里的老人那是最有经验的，小孩子流着口水在边上追逐打闹，开心无比，跟过年一样。
他们也难得吃上一口荤腥。村口巨石的消失，也被妇女们传成了神话，说是被一个男子给活活吞了下去。然而意外总是不尽人意，正当大伙吃得起劲，一辆绿皮军用皮卡车突然老村子，几个穿着迷彩服的士兵，还有老人带着一男一女从车上走了下来。这里就是南路3山脚下的小山村啊，还真是穷酸啊！村长连忙上前，稀客呀，欢迎欢迎嘛！小陈没想到是你带队呀。花大爷，咱们可是有些日子没见了，身子还是这么硬朗。没想到又是因为盗猎的见面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杜宇成杜教授，还有他的2位学生，江城大学野生动植物研究员。听说我们要来村里，刚好一起跟了过来。来到早不如来的巧啊！刚炖的野猪猪杂汤，大家要是不嫌弃，就一起尝尝。什么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野猪都敢吃，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此时身后正在吃饭的大爷们听见，也纷纷放下手中的碗，虎视眈眈。大爷年轻的时候可没有一个好惹的，一个小年轻，毛都没长齐，敢跟村长大呼小叫。你这小娃说话真有趣，这野猪祸害乡里，我还不能吃它了。还是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命还不如一头来猪来的金贵？而且要不是你们这些人看不住盗猎者，这野猪能被赶下山祸害吗？看清楚，这是从野猪身上取出来的子弹。技高名气的不行，自己堂堂江城4少之一，上哪儿不是别人受人尊敬？一个山野老农竟敢这么跟自己说话。好一个糟老头子，还挺横！我现在就打电话举报。我今天就站在这里，你报警抓我一个试试。老教授实在是忍无可忍，这家伙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根本就不是来搞学术的。老村长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年轻人没有见过世面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您别生气，我们不理他。刚才就闻到了一股奇异的肉香，原来是你们在炖野猪杂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能尝尝那是我的荣幸啊。有教授出面调和，村长也并没有过多追究，表示大家只要不嫌弃，酒菜肯定管够。几口酒肉下肚，谁也没有在意城里还是村里的区别，再没有先前的不愉快，连元宝都啃得不亦乐乎。言归正传，陈长官，这里就是发现野猪的地方，而且还有一个村民受伤了，还有是这是野猪身上发现的子弹。花13掏出包着子弹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5颗黄澄澄的子弹。陈队非常震惊，这是冲锋枪子弹，伙人很有可能是专业的盗猎团伙。花家兄弟，幸亏您通知我们，这伙人很有可能是专业的盗猎团伙，危险度极高，以后你们没事千万不要上山，等我们解决他们再通知你们情况。对于他们的接下来的巡山工作，花13并没有兴趣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孙子还等着自己发展壮大，他还要去县城一趟。现在条件好了，也是时候给家里添些用品了。然而才刚到县城，花13便见到了生气的一幕，一个长相猥琐的家伙不停地往一位的小姑娘身上凑，底下的手还不老实。身为正义的化身，这能忍？放开那女孩，让我先过去。小子，你干什么？这么大的路非得从这过？你是多管闲事吧？女生此时也大哭起来，希望能有人拯救自己。花13也懒得装了，把女生护在了身后。小姑娘，别怕，有我呢。妈的，你小子是新来的吧？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敢多管闲事，我看你是活念。花13一个闪身躲了过去，摔了猥琐男一个狗吃屎。他一脸不屑，自己可是有功法的人，丝毫没把这个败类放在眼里。小子，你竟然赌！我大哥是上饶龙哥，到了县城有你好看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平生我可是讨厌别人威胁我，看来得让你长点记性。花13说完便上去给了猥琐男有生以来最难忘的5分钟。一位看戏的大爷突然出声劝说起花13，这让他有些困惑。小伙子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这家伙背后的大哥不简单啊，要是被他们盯上，你在县城是有危险的。而此时猥琐男觉得是自己大哥的名号还是挺管用的，更是放出豪言。小子，听清楚了吧？以后英雄救美要擦亮眼睛，不是什么人都是你能惹的。还有这个小姑娘，我要定了，我要将她献给龙哥。大爷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倒是越来越好奇这个龙哥是个什么人物了，竟能让人闻风丧胆。说罢，花13下手更重了，方圆几百米都是猥琐男的惨叫声。完事后，他让大爷带着小姑娘先行离开，而自己却拖着猥琐男的一只腿慢慢悠悠地行走。要不你带我去见见你们龙哥？猥琐男此时有点懵，简直不按套路出牌，居然想单枪匹马找龙哥的麻烦，真是胆大包天。难道自己该不会是惹到什么大人物的头上了吧？我平生第一次英雄救美，不仅把流氓收拾得跪地求饶，甚至要把老大的位置都让给我，就连女孩也要为我生猴子。你就是龙哥吗？我看怎么越看越像猪哥。大厅里的混混不可置信地看着花13，龙哥最恨别人说他像猪了，这小子长得跟竹竿似的，铁定完蛋。好小子，真是不知死活，不得不说你胆子挺肥啊，伤了我的人不说，还自动送上门来。花13一脸不屑，正好拿这帮蟑螂试试自己的修炼成果。你们还是一起上比较好，我赶时间，我妈还等我吃饭呢。全场的地痞流氓都被他的话给逗笑了，正常人怎么可能说出这么没脑子的话？这里这么多人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，居然让所有人一起上，脑子坏掉了吧？然而花13并没有理会，随手拿起一张椅子坐在了上面，赤裸裸的挑衅。小朋友，你坐好板凳，这是准备好挨打吗？胖子，去给这小子上一课吧。胖子听到老大发话了，他一直没有机会在大哥面前表现，现在终于等到了。
二话不说，背着身上200多斤肥肉冲了过去。花13怜悯地看了一眼胖子，只是稍微挪动了一下身体，胖子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，重重地摔了个狗吃屎。所有正在嘲笑的混混就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一样，再也笑不出来，不敢相信这是他做的。他瘦弱的身体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快的速度？正常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敏捷的身手。龙哥，不对，朱哥，你的手下就这样结束了？再不一起上，那可到我了。说罢，花13直接一个招手，将手里的板凳化为飞灰，一脸坏笑地看着众人。混混们一看这架势，这还是人类能做的事情吗？然而龙哥却气急败坏，瞬间跪到花13面前。你们这群兔崽子，怎么能这样对待大哥呢？快都跟我过来拜见大哥！听到龙哥的话，一众非常识相的混混纷纷跑来认大哥。花13一脸无语，刚刚还对自己要打要杀的，现在翻脸不认账了。大哥，先前的事都是误会，你看着。朱哥，刚刚可不是这样啊，怎么这会儿这么没出息？龙哥也算是精明，知道对方不是一般的人不，开始威逼利诱。大哥，你看放过我吧，金钱、女人都可以，想要什么你尽管开口。还是算了吧，我觉得你们还是问问帽子叔叔吧，他们会给你个公道的。说罢，花13把所有人五花大绑起来，拨通完叔叔的电话就离开了。他今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他避过了所有监控，悄悄来到一家专门卖皮卡的 4S 店。村里那些凹凸不平的路，也只有买皮卡这种耐造的车子才好使了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想要看什么样的车型呢？花13刚进大厅，只有一个看上去比较年轻的女孩非常热情地跑了过来，别的女销售却根本没有接待的意思，看着她开始交头接耳的交谈。那傻丫头，看到谁都要热情的跑上去，连人都不会看，这一看就是进来蹭空调的。穷小子一个哪有钱买车，真是白费功夫。不过也还是有一位职业道德的小姑娘。普通人或许听不见远处几人在说什么，但是花13现在可是炼体修炼者，他们说的话就如同在他耳边讲是一样的，最终还是没有发作，暗之摇头，真是哪里都能碰到势利眼了。你好，我想看看皮卡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一定要耐造？有的有的，我们店的皮卡可是远近闻名，买过的都说好。花13顿时就被他所指的一辆霸气侧漏的皮卡吸引了，亮橙色的外壳，高高的底盘，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非常的硬派。先生，请您看看这款皮卡车，它不用看了，就它了。那辆车多少钱？李小小一时间愣住了，心脏不争气的跳了跳。那辆车可是整个门店最贵的一辆车呀，自从老板定制过来之后，就一直放在这里落灰。这辆车原本是我们老板私人定制，自己自驾游用的，中途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去，才放在这里卖的，价格方面可能会有些昂贵。花13看出了他的小心思，是怕车子价格过高，把自己给吓跑了。可这一辆经过改装的车子，加了防雨改版，这就更加方便了呀。到时候用来拉空间里面培育的秧苗，都不用担心被日晒雨淋，简直完美。不用介绍了，就他，去拿钥匙，付钱，我赶时间。李小小听闻，匆匆跑向柜，准备拿钥匙给花13，可主管却拿着钥匙早已迎了上来。小小，你在我身后学着点手续，实习期遇到这样的准客户可不容易。这位先生，跟您说一下价格吧，这辆车官方零售价是19.8万，不过因为这是我们老板定制版的，所以价格会上浮不少。根据老板的报价是28万，加上保险这些一共是29.9，不知道这个价格先生能否接受？没问题，刷卡吧。不过我想今天就提升能行吗？当然可以，您只要在合同签字付完款，就能把车开走了。可花13看到合同的时候却愣住了，代理人一栏的名字不对，上面的名字赫然是眼前这位主管自己的，这是公然来截胡来了呀！不好意思，这个合同我不能签，你是当我傻吗？我来买车，你们跟大爷一样坐在那里吹空调，只有小姑娘过来。现在我买车了，你就来抢小姑娘的单子，算盘打得还真是好啊！李小小此时六神无主了，主管可是自己的师傅，想到自己只是暑假工人，威严轻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然而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众人：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好好的 4S 店怎么就成了菜市场了？突然门口走进来3人，为首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，牵着一个女孩。女孩看到花13也是双眼一亮：爸爸爸爸，这是那个救了我的小哥哥。莹莹，你确定没有认错人？宋莹莹再次确认自己肯定没有认错，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花13。小兄弟，感谢您仗义出手拯救小女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您是来买车的吧？看上哪台直接开走，不用付钱了。花13也是感觉有些太巧了，随手救了个小姑娘，没想到还是这家 4S 店老板的女儿。宋先生，救你女儿那是理所应当的，你这样我成什么人了？不行不行，买车的钱我又不缺，这车我不能要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各退一步，这辆车我一折卖你怎样？花13什么话都没说，起身就准备走，这和白送有什么区别？小兄弟你别激动，这样3折不能再高了。接下来花13就开始和宋天星讨价还价，一个想要尽可能的给低价，一个坚决不同意。母女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砍价的，越砍越高，最终花13同意也是拿宋天星没办法，最终5折把长城炮买了下来。宋天星还送了永久保修的服务。对了，宋老板，刚刚明明是这位女孩接待我的，结果我刚要付款，
你们主管却爱抢单了。张杰，这些年我可没亏待你吧？你居然这样对待我女儿的救命恩人，我这庙小容不下你，你走吧。不要啊，宋老板，我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任凭张杰怎么哀求，可宋天星不动于衷，喊保安把他拖了出去。对了，小兄弟，你这脸怎么这么白啊？比我女儿都白。男孩子要阳刚，可不能抹粉啊。花13无语，怎么又说自己抹粉了？众人的欢笑声也随即响起。